没声音。好 ，OK， 好，那各位同学大家好，好，那我们今天先来测试一个东西，好，我先跟大家测试一下，就是这个音讯是不是有连到这样子 ，OK， 好，就是来，现在请各位同学，如果你有听到我的声音的话，可以在这个聊天室这边帮我打一个1嘛，好不好？好，在这个对话框里面这样子 ，OK， 好，如果各位有听到我的声音的话，好，就是我们先来测试一下这个音讯是不是 OK 的，哎，就是来。有吗？有吗？如果有听到的话，可以帮我在聊天框里面打一个1吗？好不好 ？OK， 我们看一下。好，这个聊天框在这里。好，同学们有没有听到呢？不知道有没有听到？有听到的话，可以帮我打个1，好不好？没有听到吗？稍等我一下哦。好 ，OK， 哦，太好了。好，那应该刚刚是我这个自作多情这样子 ，OK， 好 ，OK， 各位，好，谢谢大家今天参与我们这个阅读研讨会，好，这也是我就是又进一步的去尝试用这个东西这样 ，OK， 好，因为我之前都是在用 YouTube 嘛，对不对？对，那今天就是我上次在办公室里面尝试用，然后今天我在家里面尝试，感觉还 OK， 好，就是我也走上这个 social distancing 的这个潮流这样子 ，OK， 好，好了。各位，我们废话不多说，好，就是今天我们的阅读研讨会，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阅读研讨会其实有2个特色，对不对？第一个特色就是我们一定会是按照实战的步调来走哦，也就是说，我们阅读研讨会里面并不是只在跟你去解析文章，我们解析的文章的角度一定是从什么？从实战的角度来解析。也就是说，有些地方你虽然可能平常检讨的时候你会，但是你在实战的时候，你的时间压迫之下，你会怎么去做决定呢？你要放弃还是要继续走？好，怎么样的决定是对你整体考试最优良的 ？OK， 好，这是我们到时就是会用这个角度来做解析，这样子。好，这是第一个特色。OK， 好，那么第二个特色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阅读研讨会，对不对？其实我们选的文章都特别选择就是各位曾经做过的这个官方题目的难文章，这样子。OK， 好，就是我们都是由大家票选出来的这种比较难的文章，然后呢，就是让大家来尝试看看，如果考试的时候我们在模拟2、3阶段到了。有幸到了高分区的时候，遇到难文章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做决定，而不至于去影响整体的步调这样子。好，来，所以各位，我们今天来看哦，好，我先把上面这个东西我先看能不能把这个先 mute 起来。OK， 好，我先看一看这个它是什么东西 ，deliver quickly， 我先 turn off 好了。好，来，没有关系，我先把它关起来这样子。OK。好，不要让它一直跑出来影响我们。好，等一下我可能会问一些问题，然后我再回去聊天室里面看这样子。OK， 好，各位，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咯。好，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在这个就是群里面，好，我们在这个就是活动页面里面，还有就是 A2G 面的这个社团里面，对不对？我们跟大家讲一下些预习的作业，对不对？首先第一个就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在我的 YouTube 上面，我们跟大家讲说有一个就是叫架构的这个预测的 Dustin 架构预测的这个策略，好。30分钟影片，对不对？有看的同学可以帮我打个2吗？好不好？好，有在来之前先看的同学可以帮我打个2吗？可以吗？有吗？好，来我看一下。我刚到哪页面去了？OK， 好，谢谢大家。好，那个一定要先看哦，就是因为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就不会去重复去讲那个策略了。好，但是我们今天上课讲的东西，就是我们讲公开课这个研讨会讲的东西，都是跟这个策略有相关的这样子。好，那第二个就是请大家先帮我们做这篇文章嘛，对不对？就做这篇就是 Colorado 这篇文章，对不对？好，这篇文章我相信你可能过去已经有做过，好，但是呢，你做的时候应该是蛮 struggle 的，对不对？对啊，为什么？因为这篇文章基本上就是它的题材非常非常难，虽然它题目不多嘛，好，但它题材非常非常难。然后呢，它的这个就文章里面又用了很多就是深难的推论，对不对？好，所以各位同学应该是做了蛮 struggle 的这样子。OK， 好，那没有关系，我们来看，今天我们要求的不是说要把100%理解，
我们要看的是要怎么样实战的情境下去解这套题目，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维持一样的高效这样子。OK， 好，那我们的废话不多说，我们来看哦。好，首先第一个，我们带大家看文章。OK， 好，我们都知道 GMAT 这个考试。阅读这个考试有个特色，这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说，可能这个我们以前到现在，好，从国小、国中、高中、大学，我们每一个遇到了英文的这个考试，对不对？比如说段考、期中考、期末考，好，或者甚至是所谓的全民英检，好，甚至是所谓的多益，我们都有去考过这个阅读测验。好，但是以前的考试都有个特色，就是说，它会一下子把全部的文章，还有就是说所谓的题目给你看。好，然后呢，后面的题目它的排列顺序也跟文章里面出现资讯的顺序是一样的，对不对？好，所以你就很多人会说到我以前的习惯就是我可以先看题目，看他要考什么，那我们再回来文章先去找，我们不需要去通读整篇文章，对不对？好，它算是一种考试技巧，但是在 GMAT 这边就完全不管用了。为什么？因为 GMAT 的特色就是第一个，它不会给你看所有的题目，好，因为一个题组里面可能还有8到9题，它只会去选择你第一题做的怎么样，然后给你下一题，再给你下题这样子 ，OK， 好，所以呢，每个人遇到题目的顺序是不一样的，自然好，你今天没有看到下一题之前，你也不知道他要考哪里 ，OK， 所以你无法用什么，你无法用说所谓的先看题目再去看文章的方法，我们一定是要一开始先通读一遍文章这样子 ，OK， 好，那问题来了，就是我们都知道，各位好，我们要问一下大家，考试的时候对不对？你通常会习惯对一篇文章会用多少时间 ？OK， 好，就是一篇文章加上你的做的题组，对不对？好，考试的时候我们说有65分钟的时间嘛，对不对？好，如果说我们有65分钟时间，然后呢我们有36题，好，平均来说我们就是一题大概多少？就是1分48秒，对不对？对吧？好，可是我们都知道说今天可能我们 NC 会刻意想要省一点时间，好，比如说1分30秒左右就把它做完这样子，好。那可能我们 CR 会用稍微长一点的时间，对不对？比如说可能会用到1分50或2分钟。好，那么整体来说，到底 RC 这个部分我们有4篇题组，好，可能短的只有3题，然后长的有4题这样子。好，那我们一个文章加题目的这个题组，好，一篇文章加题目，那我们大概要花多少时间呢？好，各位你可以稍微揣摩一下。我知道同学他现在开始准备的时候，可能在开始计时了。好，然后他可能会去记说，我做一整道题组要多少时间，他没有概念说到底我们今天什么样的时间算过长，什么样的时间算过短。好，那我跟大家一个概念，好，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好不好？好，就是对于一篇阅读的题组，对不对？好，我们就是短篇大概6分钟左右，好，短篇大概是6分钟左右，然后呢，长篇大概是8分钟左右 ，OK， 好，那最多不能超过10分钟 ，OK。好，最多不能超过10分钟这样子，10分钟就等于说是要准备停损的时候了啦，这样子。好，那你说到底，我在考试的时候，我做到后面我可能忘了记时间，对不对？对吧？好，就是可能我今天做，我一开始做我没有看时间，然后我做到后面做到快结束的时候，对不对？然后我可能也忘记我多少时间，我只是想把它做完。那我这样要怎么去控制这个 pace 呢？各位，请帮我写下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什么？就是记录 pace 这件事情，你不需要每一篇阅读都做，你只需要在遇到什么样的，遇到一些 hint。OK， 这个 hint 是3个 hint， 还记得我们在这个影片里面讲过了吗？哪3个 hint？ 好，来，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 hint 叫做所谓的文章的长度。你一开始看到这篇文章还没有去读它的内容的时候，你觉得它的长度是对你来说有负担的 ？OK， 好，比如说像这篇文章，各位一看啊，我想要问一下聊天室里面大家，请问你们觉得这篇文章，如果你还没有看内容，它只是看到它一开始直接打在荧幕上面，你觉得你会有负担吗？你觉得它的长度会让你有负担吗？好，它在考试中的这个长度大概是等于什么？大概就等于左边的这个整个荧幕再多出一些 ，OK， 就是等于说它要卷轴的 ，OK 哦。好，来问你，你看到这种长度的文章，你会不会觉得可能会影响你的时间？会不会？来，聊天室里大家请告诉我，你们主观想法认为会不会？ Yes 嘛，对不对 ？OK， 很好，好，就是 Simon，OK， 你第一个想法就是 Yes， 对不对？你看这就是很主观的意见，好，因为有些同学可能觉得不会，有些人觉得会，但我觉得大部分同学应该都觉得说好有点长，对不对？对吧？好，那第二个就是什么？还记得吗？我们说的第2个指标叫做所谓的题材是难的 ，OK， 那这个要怎么看呢？很简单，就是你看完第一句话，你就马上知道嘛，对不对？对吧？好，像这篇文章，你看第一句话，大家都知道，看完第一句话就马上知道它的这个难度。就是它的那个题材不是我们平常熟悉的，对不对？对吧？好，它可能在讲的是一个考古学，可能在讲的是一个生物，对不对？对吧？好，所以那如果你看到第一句话讲的是所谓的行销 marketing， 它如果讲的是这个所谓的这个金融，那是不是就会相对轻松很多，对不对？因为毕竟它是所谓的商科，对吧？好，当然这个
题材是跟我们熟悉还是不熟悉，可能也是看每个人主观意见不一样。好，但我相信对绝大部分同学来讲，这篇文章应该也算是难的，对不对？好，第3个指标是什么？就是你当下的 pace。好，就是你当下到底是在36题里面，你譬如说你今天可能是才做到前9题，然后你的这个时间还算是充裕，或者是你今天已经做到了后面的第26、27题第3篇阅读了，你的时间是已经开始有点落后的。OK， 好，这叫所谓的 pace 松或紧这样子。好，那这3个指标对不对？好，我会建议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说什么开2个绿灯，对不对？什么叫开2个绿灯？意思就是说，如果这3个指标里面有2个有利于你的话，这篇文章你在读的时候，你可以用平常最熟悉的方式读，也就是说，你看到不懂的资讯，你可以来回反复的看，好，只要没有超出时间太多就好了。OK， 好，但这3个指标如果有2个不利于你的话 ，OK，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怎么样？我们就要开始有心理准备，等一下在读的时候要去主动控制时间。OK， 好，来，那各位，我想问一下，请问这篇文章对你来说是3个里面多数有利还是多数不利呢？对不对？来，请问各位，假设我们不管 pace 的话，对不对？不管你今天是在前面紧的 pace， 或者是你在后面松的 pace， 那你有没有发现这篇文章对你来说，绝大部分都是所谓的难，对不对？又长又难，对不对？所以这篇文章无论如何，不管是在考试中的哪一篇文章遇到，我们都要立刻去选择怎么样主动控制时间。好，所以在考试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 mind flow 什么意思？就是第一个文章一跑出来，对不对？马上第一个先想这篇文章的长度对你来说有没有负担？发现说好像有点负担，所以它满足了第一个条件，对我们来说不利是长的，对不对？好，第二个再想这篇文章的这个就是第一句话读完之后，它对你来说你觉得它是熟悉的题材吗？对不对？好，马上发现说，这对我来说是不熟悉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满足了第二个条件的难，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马上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往右上角看，往右上角看时间，对不对？这时候主动帮这个右上角的时间扣掉10分钟，比如说这个时候的时间假设是什么？假设是48分32秒好了。这时候你要心里面告诉自己一件事情：我的停损点就是什么？我的停损点就是38分32秒。OK， 好。那如果今天做题目做到后面，发现时间已经快要接近38分32秒，你大概知道我可能要放弃一些觉得比较纠结的题目，好，避免什么呀？避免这个你为了做这道题组所花的时间会影响到你整体考试的 pace。OK， 好，来这边可以了解，可以帮我打个2吗？就是我们不是每一道题目都要去设定停损，我们是在 RC 里面，我们是根据什么？我们是根据这3个指标来设定停损。OK， 好，就是如果这3个指标对你来说大部分是有利的话，我们就是怎么样，不需要去设定特别的停损。但如果这个3个指标对你来说是不利的话，你就要去特别设定停损。来，理解的可以帮我打个2吗？好，来看一下。谢谢大家 ，OK， 好，谢谢大家这样子 ，OK， 好，那么各位，好，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点，对不对？好，那为什么你会问到事情说，到事情为什么我要去设定停损？很简单，因为你做到后面就回不去了，对吧？好，这篇文章虽然你现在知道它只有3题，可是我问你，考试我们在讲实战的情境嘛，我不会跟你马后炮说啊，知道只有3题，那我们3题平均，如果跟你讲说因为这篇文章虽然长，但是只有3题，所以3题我们平均分1题1分半2分钟，然后呢前面的文章分什么4分钟，这样10分钟。我跟你讲，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考试的时候你做到最后，你根本不知道这篇文章只有3题，对不对？对吧？好，所以呢，就是你一定要设定一个总体的停损，就是什么？就是10分钟嘛，对不对？好，那10分钟呢，我们大概会设计超多少时间来读第一遍文章呢？大概就是3分到3分半左右。OK， 好，所以你也要告诉，所以刚刚比如说刚刚我们看到的时间嘛，比如说是36分32秒好了。好，那我们除了要告诉自己说，比如说26分32秒的时候我们要走，对不对？我们还要跟自己讲说什么？大概就是什么？大概就是3分半钟要读完这篇文章。OK， 所以还有第2个停损时间就是什么？这个停损时间是整个题组的停损。好，那这个另外一个停损时间就是什么？大概是33分左右。好，我们要读完这篇文章这样子 ，OK， 好，这样的概念 ，OK。那你说到那好，现在我想知道说，我现在已经知道考试中我整体的时间规划了，好，让我自己不要整个题组崩盘崩掉。好，那我想进一步的知道说，那今天我们到底要怎么去读这篇文章，对不对 ？OK， 好，那现在我们来看哦，各位，好，来，我们一步步来带大家看。好，首先第一步，我们先看原文，好的第一句话 ，Collagen the spiky 好 phosphatic remains。which is bones and teeth composed of calcium phosphate of tiny marine animals that probably appeared about 520 million years ago, were once among the most controversial of fossils. OK， 好，来各位，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你要先认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你在文章里面的每一个部分都有你想要去，就是它都会有一定的作用。OK，好，可以让你去预测后面。这个就是等于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所谓的我们那个就是课前的影片，我跟大家讲过，对不对？对吧？好，说文章哪里有主题，哪里有背景，然后哪里有可能的方向论点，对不对？对吧？OK，好，来这个地方，我知道你很多同学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第一个会被影响的是他觉得这一句话里面有好多好多的生难字，对不对？比如说什么？比如说像是这个 conundrums，对吧？好，比如说像是什么 phosphatic，对吧？好，比如说像是什么？像是这个 calcium phosphate，对不对？好，我知道你第一个想的。第一个被冲击到的是说这个句话里面有好多好多的生难字 ，OK， 好，可是问题来了，来，我问各位一件事情，请问你遇到这些生难字的时候，请问你有办法去查字典吗？好，我们在实战的情境来讲，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实战上我们没有去想过每个决定要怎么去，背后的逻辑是什么，那你就会整个乱掉了。就像我刚刚讲的说停损，为什么今天你要做停损？我跟你讲背后的逻辑好不好 ？OK， 好，背后逻辑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你多耗个2、3分钟去做。把这个 RC 就是好好的，就是去犹豫它，然后呢去多花时间去做，你不一定会做对 ，OK？ 好，但是你花这个时间，它会怎么样？它会就是很明显，就是让你后面有几个题目做的比较局促。好，那我们做任何决定，我们都要去想期望值，对不对？就要去想到底背后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对吧？好，你会发现就是说，今天你多花在 RC 上面的时间，可能不一定会让你做对，你的报酬是不确定的。可是你今天花下去的时间是一定会让你后面的题目做得赶的，那这就是所谓的报酬不确定，但是风险确定。那这个时候期望值肯定是负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做这件事情，对吧？就是我们刚刚说为什么要去帮 RC 去设定一个强制停止的理由。OK， 好，那今天在这个什么，在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边好，就是我们遇到的这些生难字，那我们要去想是实战中我们要怎么去办 ，OK， 对不对？好，就是实战中你要知道它是一个非常线索的情境，它这个 scenario 是非常线索的。好，你可能没办法去找到更好的 alternative。好，这时候你有2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什么？第一个选择是发呆 ，OK。好，第2个选择是想办法不要去被生难字纠结。好，然后呢，去怎么样去想这整句话的作用是什么？整句话的这个地位是什么？好，哪一个选择是最好的？第一个，你最好的选择当然是什么？当然是你可以去查字典，对不对？你可以去抠 out，对不对？可是你也知道，考试的时候你不可能去抠 out，你也不可能去查字典，这些字卡就在卡在这边，对不对？好，但第2个选择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今天你发呆也不会变好，对不对？发呆不会说马上你那个天神就从你的耳朵里面灌声音出来跟你讲说，哦，这个字叫做零，这个字叫做什么什么什么3足5足虫，对不对？对吧？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很简单，就是我们先不要去想这几个字单独的意义，我们先去想着整句话它在整篇文章里的作用是什么东西。好，这边可以理解，可以帮我打个3吗？好不好 ？OK。好，那我跟你讲，就是如果是那种就是学艺不精的老师，他就跟你讲什么，他就跟你讲说，哦，这边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conjugate 就是3足虫、4足虫，这个东西就是零。好，所以给你看一下图片。好，这个东西你以后要知道哦。OK， 好，我跟你讲，这就是学艺不精。为什么？因为你今天遇到了3足虫，下次遇到4足、5足、6足虫怎么办？对不对？你难道每一次遇到一个古代生物，你都要去把这个字典的意思查出来吗？那你这样实战的时候，你不是遇到一个新的，你还是会卡嘛，对不对？对吧？因为你只要你习惯了查字典，那你这辈子就只会查字典，对不对？你在考试的时候遇到不懂的字，你也只会查字典这样子。OK， 好，所以我们现在想的是在实战的状况下，对不对？我们在实战状况下，我们要去做的是，我们先不要去个别去想这些生难字的意思。我知道它让你很难受 ，OK， 它真的让你很难受。但你先不要去想那么多，你先去想说 ，OK， 这整句话它在我们整个架构定义里面可能是什么东西？大家问各位一件事情，你会发现你读完整句话之后，它其实主要在强调什么？强调是跟你去强调一个客观的定义，对不对？他跟你介绍一种生物，对不对？介绍说这种生物很特别，对吧 ？OK 哦，好，来各位这边可以理解，可以帮我打个4吗 ？OK， 好，他跟我介绍说这个生物很特别，对不对？好 c o n o n d r m 这个生物，好，谢谢。好，那在我们的这个架构的这个预测里面，还记得吗？我们上次讲这个课前影片架构预测里面，文章一开始如果他先帮你去单纯的去讲述某个东西的具体定义 ，OK？ 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说这个独占，所谓的独占在经济学里面定义就是说有限的几乎没有竞争者，然后呢进入门槛高 ，OK？ 或者我们说今天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债券，它的定义就是先发债，然后呢取得资金之后，好，然后再去怎么样子去未来分期偿还。
这个定义，对不对？它本身是所谓的文章的背景，它并不是文章的热点，意思就是它跟文章的后面的资讯可能不会去一直去讨论这个定义是什么 ，OK？ 好，但它会，你要等到后面才会去带出文章的主题这样子，所以这个地方你看不懂没有关系，你只要知道它来给你介绍一种 C 生物就好了，它是属于客观定义 ，OK？ 好，那各位我们再来看下面一句话，好，我们知道说我们一定要去把文章的主题找出来，对不对？但各位还记得吗？我们说文章的主题是包含哪几种特色？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课前的时候，好看那个，我们来课前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对不对？好，我们讲到文章的主题有哪几种东西，还记得吗？好。文章主题有哪几种？有这几种，对不对？好，你看这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定义嘛 ，definition 的 event， 对不对？好，那文章的主题会有哪几种呢？第一种是什么？去讲述一个问题，好，或者是一个目标 ，OK， 就是这个问题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一个障碍 obstacle， 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对不对？好，第二个叫 controversy，叫 contradiction 就是所谓的矛盾，就像是你看到像解释题一样，它给你一个矛盾。譬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surprising result，unexpected phenomenon， 对不对？好，或者是 something is ironic， 对吧？好，这是一个很难解释的东西，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 contradiction， 好，然后让你解释这样子。那第三个就是 debate， 对不对？好 ，debate 就是指的是争议，对吧？好，就是说有辩论，好，譬如说 something is widely divided。第四个是问句，比如说问你说，请问何者是最好的，或者是什么东西是最厉害的，对不对？它就是用一个问句来当一个就是一个直问句，好，来当个主题句。等一下就是要去回答这个问句 ，OK？ 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好，这个地方第二句话，它能不能让你知道主题呢？好，你可以看到，好，你会发现第一句话尾巴其实就暗示了，对不对？说这个生物是非常非常有争议的，所以大概就知道这篇文章的主题是一个争议，对不对？好，那你接下来就要去把文章后面再看的时候要去想，到底这个争议是什么东西 ？OK， 到底这个争议是什么？好，那你看下一句话以后，马上把你的问题补上去了，对不对？他说什么？Both the nature of the organism to which the remains belonged and the function of the remains were unknown， 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今天给你的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刚刚的这个争议的内容，对不对？对吧？就是我们不知道说到底它的这个作用跟它的这个性质到底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好，那它对应到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架构哪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 debate， 对吧？或者是所谓的 question， 对不对？好。他给你一个就是未解的问题，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地方各位好，我们知道它这边是文章的什么主题 ？OK， 好，来，就这篇文章其实你已经，不好意思，怎么会突然跳到后面来？所以这篇文章的主旨题其实已经得到一半了，你知道吗？好，如果还要考主旨的话，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解决，我们今天这篇文章要讨论的是到底某种生物好它的这个就是功能是什么，它的这个就是这个组织的功能是什么东西，它代表什么意义这样子 ？OK， 好。所以等一下有人在回应这个主题、这个争议的话，那就是文章的主要论点。OK， 好，来这边可以理解，可以帮我打个1吗？好不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有跟上。OK，好，我们速度，希望各位还觉得我们今天的速度还可以的这样子。好，我们今天就花1个小时之内的时间，好好搞懂这篇文章的考试要怎么处理就好了，好不好 ？OK， 好，我们这个线上最好不要拖太久。OK， 好，来，因为拖太久会整个会 distracted 这样子。OK， 好，来各位，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哦，来。那我问各位一件事情：如果文章是争议的话，那接下来会出什么东西呢？这就是一个重点了。好，我们说在高时的阅读策略里面，我们要做的并不是且战且走。所谓且战且走的意思就是什么？你今天好像扎了营，但你没有想到你明天要去哪里，对不对？好，你看到这句话，你并没有去进一步去想后面会出现什么东西，这件事不对的。OK，因为考试的时间很紧迫，我们要做到 active reading。我们就要做到说，我们在看这句话的时候，就要能够想，如果我是作者的话，我接下来可能还会再写什么东西。这样子不但你有助于你等一下去抓架构，也有助于你等一下看到一些深难句的时候，你可以很快的去归纳出可能的重点。OK， 好，就是我们无法避免自己在文章中看到深难句，这是无法避免的。你不知道，你不能决定 GMAT 要怎么写文章，对不对？要怎么去写一个句子，但是你至少可以怎么样决定说你自己要怎么去切入去解读这个可能的深难句。OK， 那要怎么去切入，就是用预测的方法。好，那我现在问各位一件事情，请问，当你今天看到这句话的这句话的作用是在表达一个主题，他在讲的争议跟疑问，对不对？接下来文章会出什么？你会发现他开始跟你讲争议，对不对？接下来文章有2个方向 ，OK？ 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他先帮你把这个争议讲得明明白白的，去什么？去 elaborate， 对不对？好，就是你这个句子话只有一句话而已嘛，对不对？第一个就是什么？他根本只有讲说不知道什么作用，可是问题是，他好像没有去把这个争议讲明白，对不对？对吧？好，
所以第一个方向就是他去继续把这个争议讲得明明白白 ，OK， 然后再继续帮你接下来再去讲要怎么评估 ，OK， 好。第二个方向是什么？第二个方向就是说所谓的开始去讲怎么样，怎么去评估这个争议，对不对 ？OK， 这是两个方向，对吧 ？OK， 好，来，各位这边到这边可以理解，可以帮我打个2嘛？好，我们一步一步来跟大家确认哦。OK， 好，如果能理解的话，帮我打个2就可以了。好，谢谢。好，你可以发现这个都是我们在就是做合理的预测，就是把我们自己当作者去想说，如果我是作者的话，我会怎么去推这篇文章，对不对？好，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地方他只讲了短短的一句话，说有争议。如果你是作者的话，接下来第一个，要么是帮读者理解这个争议，要么是什么？要么是帮读者就是解决这个争议，对不对？对吧？好，那我们现在就知道说下一句话我们要怎么去解读它。好，那我们看下一句话。However, since the 1981 discovery of fossils preserving not just the phosphatic elements but also other remains of the tiny soft-bodied animals that bore them, scientists' reconstruction of the animal's anatomy have had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hypotheses conc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ertebrate skeleton. 好，虽然这句话各位，虽然这句话里面没有什么生难字，对不对？好，但我相信这句话应该是给你另外一个障碍，什么障碍？就是句构比较复杂，对不对？你会发现这一句话它从这边开始一直到这边才是句点，对不对？好，然后呢，中间它的句构怎么样？它有一个 since 的句子，又有一个什么？又有一个后面的主要句，对不对？对吧？好，然后这两个句子其实都不短，对吧？好，就是一个句子至少横跨2到3行，对不对？所以这个句子就是我们所谓的长难句了。好，就是说，它虽然今天里面没有像第一句话一样给你很多的生难字，但它这句话的这个结构跟它的长度会让你很难整理资讯，对不对？好，来，那我问你哦，我们刚刚是不是说过了，遇到我们无法决定剧院媒体要怎么样去写一个句子，对不对？当它出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就是用特定的方向去猜它呢？是可以的，对不对？对吧？好，所以你还记得吗？我们刚刚是不是说，今天这边有个争议疑问，我们要去想，如果我们是作者的话，接下来最有可能去干嘛？去接，对不对？我们刚刚是不是说，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帮我们去讲解这个争议的内容是什么内容，对不对？好，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叫做帮我们去解决这个争议，对不对？对吧？解决这个争议。好，来，我跟各位一件事情，问你觉得这边是属于1继续讲解争议的内容，还是2跟我们讲这个争议要怎么被解决？你觉得是哪一种？来，是2，对不对？很好，你看有没有发现？好，这个地方你不需要去理解里面的生难字是什么。你说 Dustin， 可是我有个问题哈，就是如果这些字不理解，等一下有靠腰，怎么变这样？来，你说 Dustin， 可是我有个问题哈，你说，如果这些字怎么会变这样？如果这些字不理解的话，对不对？那万一等一下的题目考出来该怎么办，对不对？好，万一等一下的细节题考出来，那我不是 GG 了吗？可我跟大家讲，一样，我们来从实战角度来分析。你现在去把它看那么多次去想要去理解这些生难字，对不对？等一下如果没有考出来，你不是浪费时间了吗？对不对 ？OK， 好，那就算你现在看懂了，等一下就真的也考出来，就算是这样好了，我退一万步来讲，让你就是如愿的真的考出来。但我问你，等一下考出来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是会对这边的资讯印象模糊，还是要回来定位重新看一次，对不对？那你还不如就是什么，就是等一下再考出来的时候再回来重新细读，把这个时间花在后面就好，再懂我意思吗 ？OK， 好，就是你现在看清楚、看懂了、看懂很多细节，你想要把它记在脑子里面，只是为了你自己的心安。好，等一下不一定会考出来。那等一下真的考出来之后，对不对？你还是要回来再看一次。那你不如把这个时间先稍微省下来，阅读一下，知道整个大意就好了。好，等一下考到再回来看，没有考到你就省时间了。好，这边可以理解，可以帮我打个2吗 ？OK， 好，我们现在跟大家都在讲实战中的策略背后的道理是什么 ？OK， 好，我一定要让你去知道背后的道理，才能够把这一切做得非常非常自然，这样子，好，而不是说只是去背说我们实战中该怎么做这样子。OK， 好，来各位，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那我们接下来知道我们这边是新发现解决争议，对不对？对吧？好，可是问题来了，这个地方你就要再去想说，那这篇文章里面到底还缺了什么东西 ？OK， 好，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目前讲的很空，对不对？对吧？好，它只有说新发现解决的争议，可是问题是这个争议到底内容是什么？还有就是它要怎么解决，它都没有跟我们讲，对不对？好，它只是讲说我们不知道它的作用，最近的研究让我们知道作用了。可是这篇文章还要很多，对不对？那它后面会出什么东西呢？我们就要去想，今天我们如果是作者的话，用这样的表述可以说服人吗？
对不对？好，就是你只是讲说有争议，但是什么争议？好，你只是上来讲了一下作用，对不对？好，可是你没有把争议的内容、争议两边，因为所谓的争议就一定是两边有不同的想法，对不对？对吧？你没有把这个不同的想法跟我讲，对不对？跟读者讲，你就只是讲说解决了，很奇怪。你说别人在吵架，对不对？然后有人去劝架，把他劝完了。可是我更想知道的是，第一个，原本两方为什么吵架，对不对？对吧？好，两方各自的立场是什么？然后第二个，到底那个人是怎么解决，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哎，其实到这边为止，这篇文章还是很空的。好，我们虽然知道这篇文章要讨论的是争议，我们虽然知道这篇文章是要解决争议，但现在心里面还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到底这个争议的两造在干嘛？第二个问题叫做，这个争议到底要怎么解决，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合理的预期说，这篇文章等一下应该是要帮我补回这两个东西。好，这边可以理解，可以帮我打个3吗 ？OK， 好。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在看文章的时候不被动。什么叫不被动？非常简单，就是你今天在看文章的时候，对不对？你绝对不要只是想说我现在读到了什么。OK， 好，请记得一件事，不要只是想说你现在读到什么，你要想的是说，如果我是作者的话，我现在写这些资讯出来，我到底接下来还要讲什么东西？好，就叫我们现在很流行叫超前部署嘛，对不对？对吧？如果你只是想说，哦，我现在缺口罩，我要怎么办的话，那你可能你会比别的国家慢好几步，对不对？你就只能被动的买什么，被动的买中国大陆生产的口罩，对不对？对吧？好，但如果你想的是我现在缺口罩，我要赶快先去，比如说好超前部署生产，然后还有就是我未来可能会缺呼吸器，未来可能会缺这个负压病房，你先超前部署的话，那你后面的一切都会做得好好的。你看现在台湾就是我们现在过得就是好整不暇，对不对？不是好整不暇，好整以暇，对不对？我们现在能过正常的生活，就是因为超前部署的功劳嘛，对不对？对吧？好，那你就想，那其他国家现在手忙脚乱，其实就相当于什么，你知道吗？相当于你在 GMA 考试里面 pace 乱掉，对不对 ？OK， 就是你完全没有超前部署，你只是想说这篇文章我现在读到什么东西，就根本看到后面新出来的资讯，就直接被重重的打击，这样子。OK， 好，所以现在我们的超前部署已经走到哪里？已经走到了这篇文章有跟我讲争议，但是这个争议讲得很短。这篇文章有跟我讲争议被解决了，可是也没有跟我讲怎么解决，所以接下来这篇文章可能会出现的东西应该是第一个，先把两造说清楚；第二个，到底这篇文章要怎么去解决 ？OK， 好，超前部署一定要记得哦。好，我们平常去做阅读训练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平常去做题目的时候，也不是让你去刷题目的，对不对？好，我们就是你如果只去刷题目，就浪费这道题目，你就只会我跟你讲，你做这道题目，你第一次做，你还记得你感觉是什么吗？就是做完了看不懂，好难，好，对不对？好，这个单字看不懂，然后呢题材不知道，对不对？好，这就是什么浪费题目了，你知道吗？好，你就想说，那我想赶快一扫一买一扫去选去刷别的题目，然后把我这个就是今天的正确率提高，对不对？今天可能这个地方做3题全错，对吧？好，你觉得很难过，你想赶快去刷别的题目，希望我能够别的题目全对，对不对？但到最后，其实你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对不对？好，到最后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就是说你还是没办法去处理这种特别的文章啊，对不对？好，而且我要告诉你的是，不要急，慢慢来。到底为什么不提倡大量刷题？就是因为我希望你能够每一步都能够做得安稳，这样子。OK， 好，我们终结者里面也是一样，就是你知道终结者，我都教他说，你不要一天做好几十题、好几百题，那没有用哦。你就是乖乖的一天总结1篇2篇就好了，或者是你的 CR 总结5题3题就好了，这样子。你把每一步的解题流程都做好，还是有用。OK， 好，来各位，我们现在继续看哦。来，各位，都好来。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接下来刚刚超前部署所预测的东西叫做第一个告诉我争议的内容，第二个告诉我怎么解决。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句话。好，来 ，The vertebrate skeleton has traditionally been regarded as the defensive development. 好 ，champions of this view postulating that it was only with much later evolution of gels that vertebrates become predators. OK， 好，来。我相信各位这个地方你应该发现说你又看到了蛮多生难字，对不对？好，比如说像什么，比如说像是这个vertebrate 这个字，我相信大家应该要理解，对不对？因为很多的生物类型的题目应该要出现这个字，叫做脊椎动物，对不对？好，那我相信你现在看到很多的生难字，比如说 champions， 对吧？好，比如说 postulated， 对不对？好，然后呢，比如说什么，就是这些应该差不多是这些字，好，然后你也不知道它跟 gel 的关系是什么，对不对？对吧？好，来，那我现在问各位一件事情。虽然我们可能不是太看得懂这个词，但是我问你，刚刚我们是不是有去预测2个方向，对不对？第一个方向叫什么？第一个方向叫做超前部署，预测方向叫做他跟我介绍这个争议的内容。
介绍过往争议的内容，对不对？第二个方向叫什么？叫做他跟我去讲怎么去解决这个争议。好，如何去解决这个争议？我问你，觉得这句话我们能不能够避开这些我们看不懂的词，去猜它是属于两种里面的哪一种？来，你觉得是一还是二？你觉得他是跟你介绍这个争议呢，还是他今天去跟你解决这个争议？来，各位觉得是一还是二？哎，看一下有没有？哎，这边也可以看，对不对？好，来，好，来，很好。为什么是介绍争议呢？你会发现，因为这篇文章，就像我们今天看到这个 postulating， 就像我们今天看到什么就是much later evolution of Joes， 看不懂对不对？但是至少你可以知道怎么样。文章的主要的语气，它很明显跟你讲说什么，很明显跟你讲说过去被视为什么，对不对？换句话说，它不是我们最近才解决的争议，对吧？如果是要讲怎么解决的话，应该是最近出现的资讯，对不对？那这边很明显跟你讲，传统上都被认为是什么？所以他应该在介绍是一个过去早已存在的观点，对不对 ？OK， 好，来这边可以理解，可以帮我打一个3嘛，好不好 ？OK 哦，好。你刚刚知道有2个方向，第一个叫做超前，第一个叫做如何解决争议，第二个叫做什么？第二个叫做这个争议原本长什么样子，对不对？好，那你可以知道从这个语气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应该跟我们介绍的是过去的争议。OK，好，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地方只要等一下没有换态度，基本上还是在跟你介绍争议，那你就要去想这个争议的重点是什么东西了，对不对 ？OK，好，那接下来你就知道，在读的时候，第一个要先抓到重点是什么，对吧？这个派别的这个主要语气是什么？它的结论是什么？好，第二个就是什么？第二个就是要去想，好，那等一下另外一方什么时候会出现，对不对？你的超前部署就是换成说，我知道你现在帮我介绍争议的其中一派了，对不对？那你应该不会只讲其中一派，你应该会把另外一派也讲完，这样才能完整构成介绍完整2造嘛。2造不能只讲1造嘛，对不对？对吧？好，所以你现在知道你的超前部署就是你要去等一下去知道，等一下会出现下一造 ，OK？好，然后并且你要去抓到这2造之间的冲突点是什么，这样才叫做完整的去理解争议，对不对？好，来，那我们再看下一句话，来 ，The first vertebrates which were soft-bodied would have been easy prey for numerous invertebrate carnivores, especially if this early vertebrate was sedentary suspension feeders。来，这句话我问各位，你在阅读上有困难的可以打一个1吗？好，来，在做这道题目的时候，你在阅读上有困难的可以打个1吗？好，在这个地方有吗？好，你看，到时绝对不会给你去做这个马后炮，对不对？有困难就是有困难，我也有困难，你也有困难，我们大家都有困难，对不对？好，就是如果有人跟你翻译说啊，这就是第一批的这个就是什么脊椎动物怎样怎样怎样，对不对？好，我跟你讲，加赛啦 OK 好，考试实在是没有时间给你翻译了，好不好 ？OK 好，所以这个地方每个人都有困难，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就是他一下子讲了一什么软体啊，然后又讲什么就是这个食肉动物，你可能也看不懂是什么字，对不对？好，然后再来又什么又讲了什么 suspension feeder， 什么浮游掠食者，我跟你讲这些字你不去查你都看不懂啦。OK， 好，来，所以这个地方这句话就是所谓的什么卡了太多深难资讯的这种所谓的深难区，对不对？好，但问你需不需要害怕？你不需要害怕，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心里面现在已经确定一件事情，第一个，你也没有资格害怕，为什么？这篇文章就是3分半钟。OK， 你刚刚一开始也下定的策略就是这篇文章你不要去想任何的细节，好，你先把这篇文章的梗概抓到就好了，对不对？对吧？如果这篇文章是属于简单的文章，是属于这个短的文章，我们可以去重读去想。好，但这篇文章我们刚刚是不是一开始就已经说了，我们就只有3分半钟去读嘛，我们有个停损嘛，对不对？对吧？那这个地方我知道你会感到害怕，好多是难字，但是你这时候应该要告诉你自己一件事情，第一个，请问你现在有更好的方法吗？没有，为什么？你再去读一次，你也不一定会读懂 ，OK？而且就算读懂了，等下也不一定会考得出来，对不对？就算考出来了，你还是要回来重看，所以你现在再去把它搞懂，你没有任何意义，对不对？好，那再来你要想一件事情，这个地方看起来真的是这个态度的人的真正的结论吗？我问你，你做 CR 做到后来，你应该看得出来哪些是结论，哪些不是，对不对？对吧？好，我问你，你觉得这句话看起来讲得像细节？这句话跟上一句话合在一起，这一句话看起来长得像细节，还是长得像结论？长得像 premise 还是长得像 conclusion？
它是争议的观点嘛？它虽然是争议一方所提出，但我问你，它长得像细节还是长得像 conclusion？ 来告诉我，刚刚的第二句话，长得像 premise， 对吧？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地方对不对？看不懂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 conclusion 如果看不懂，会让你没办法去抓到别的态度怎么回应它，对不对？好，因为 conclusion 会被别人攻击嘛，对吧？会跟别人打架，形成一个争议嘛，对不对？对吧？好，所以如果 conclusion 看不懂，会影响你的理解，没有错。但是如果细节看不懂，那不重要，为什么？因为细节只会去跟他所要推的这个结论相关，它不会去跟别段相关。这边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可以帮我打个一吗 ？OK， 好，就是你的 conclusion 看不懂，论点看不懂，会跟另外一个论点接不起来，这是有问题的。但如果你这个论点背后的细节看不懂，你不会去影响到，它不会去跟别的论点接在一起嘛，所以你不会去影响这篇文章，这样懂我意思吗 ？OK 哦，好，所以这个地方你要去想，哎，我刚刚知道说这篇文章我要用 skimming 的方式做，好，我的重点是去用预测的方式抓到这篇文章的梗概。我刚刚已经知道了，我今天看到这边是争议的其中一方，那我要想只有这一争议的其中一方的结论到底是什么东西，对不对？这边很明显看起来就不是结论，对不对？好，那我们再往下一句话看 ，Thus traditionalists argue these animals develop coverings of bone, scale, or praise, and teeth were secondary features adapted from the protective bony scales. OK， 好，来，他说什么？他说，因此这些人认为怎么样呢？他们身上所发展出来的这些器官、这些特色，对不对 ？OK， 好，他们其实是什么？其实是从保护 ，OK， 好，其实是因为保护而来的，对不对？其实因为保护自己而来的 ，OK， 好，那我问你，你有没有发现这一句话？第一个，它有没有结论句的特色？有没有看到？它最后是推出一个结论，对不对？因此，这些人认为怎么样，对吧 ？OK， 好，有发现这个结论句的特色吗？它的语气上很明显是在给你带结论，对不对？对吧？然后第二个，你有没有发现它在功能上、内容上也是回应刚刚我们看到的主题，对不对？什么主题？还记得吗？我们刚看到的主题是什么？我们刚看到的主题是这些东西的什么的功能是什么，对不对？它的本质是什么，对不对？对吧 ？OK， 好，你会发现刚刚的这一句话它有两个特色，第一个，它本身它的语气、它的写法，因此这些人认为怎么样，对不对？它很明显是在告诉我们这个地方他们的想法，对不对？而不是单纯的推论细节。第二个怎么样？它的内容，他说这些东西它的 feature 它的功能是什么？好，它是用来保护的，对不对 ？OK， 好，这些东西这个里面的内容也是直接指向谁？指向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争议，叫做我们不知道它的作用是什么，对不对？好，这两个特色都让我们知道说这边是什么争议里面的其中一个派别。OK， 好，来这边可以理解的，帮我们打一个1，好不好 ？OK， 好，就是为什么它是争议的重点？为什么它是争议的核心句？不是因为它放在最后一句话，所以叫核心句，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它今天第一个语气上，它很明显是在讲他们这个派别的这个立场，对不对？我们刚刚说我们预测的是争议的2造，对不对？对吧？我们要知道2造到底说什么，好对到我们刚刚预测的东西。第二个，它的内容上也有回应刚刚的争议的主题，叫什么？叫做它的功能是什么 ？OK， 好，刚好对到我们刚刚的理解，对不对？好，那现在来各位，接下来我们来继续看哦。那下一句话呢 ？Indeed, external skeleton of this type are common among the well-known fossils of the Australornis。傻小，对不对？这什么鬼字吧？Genus vertebrates that existed from approximately 500 to 400 million years ago。来，我问你一件事，这句话虽然出现在它的后一句，但是我问你一件事，来，请问这句话看起来像是结论吗？像是结论吗？第一个，它的语气应该是在描述一个事实，对不对？对吧？什么东西是 common， 对吧？好，描述一个客观事实。然后第二个，它的内容上，它也只是在讲说某一种骨头很普遍，对不对？但它也没有去回应到什么刚刚我们看到的争议，叫做到底这种东西它的什么，它的功能跟它的本质是什么？所以今天你会发现这句话，它语气上也不像是讲想法的语气，它的内容上也没有在回应刚刚的争议，
所以这里边请问你，它是不是结论？你觉得是还不是？它是不是两造里面的重点，是吗？来，这个 indeed 这句话，你觉得它是不是两造的重点？不是，对不对？很好，那就不要放在心上，这样懂我意思吗？就是这个是干嘛，也不要去管它，这样懂？好，看不懂不用管它，对不对？好，考到再说了，这样子 ，OK？好，来，先提醒你哦，就是说 Dustin 绝对不提倡你跳过资讯，好，不提倡你跳过资讯 ，OK？好，这样你能够看懂这边，帮你拍拍手 ，OK？好，就是当然看懂是最好，看懂是普天同庆，皆大欢喜，对不对？皆大欢喜，对不对？对吧？看不懂的话，你也不用慌张 ，OK？我没有要叫你说哦，因为这个地方怎样，说你就跳过不读，我没有要叫你跳过，好，我也没有要叫你只读最后一句话哦，对不对？我们说什么，就是你还是每一句话都要读过，只是今天你要去想这边的资讯重不重要，来决定你需不需要去回读这样子 ，OK？好，所以简单来说，对不对？这一整段里面大概只有这一句话是什么？是你要记在心上，它就是什么？争议派别一 ，OK？也就是说，今天今天争议派别是什么？应该是他认为骨头的功能是用来自我防卫。OK， 好，那这边一样，我也回答了各位最想要问的问题，对吧？很多同学看到这个文章，第一个今天要想来问到的问题就是说，到这一段开始我读得非常的慌张，有很多很多的生难字，对不对？该怎么办？那刚刚我说什么？有很多生难字，这个地方不是你要看到这边才要解决，对不对？如果你前面没有超前部署，你前面没有去先想说这边可能会出现的是两造，或者可能会出现的是解决问题 ，OK 啊？然后呢，再来就是你前面没有先看清楚说这个地方的争议是要回应它的功能是什么，那这个时候你在看这边的时候，你只会去注意到生难字，对不对？好，所以有好多生难字该怎么办？这边我的回答会是什么？不只是这篇文章的回答，整个考试的整个就是其他文章的回答也是一样，就是你一定要从头开始学习如何去预期文章后面的走向 ，OK？ 如何去预期这个在我们的这个不管是我的部落格或者是 YouTube 上面，或者是最近的这个阅读的研讨会，一直跟大家强调这件事情 ，OK？ 好，如果你像刚刚我们前面讲说，我们先预期到主题叫做解释功能，所以等一下有回应到功能是什么的，可能就是主题句，那可能就是两造的地方，然后呢？主题叫等一下，刚刚我们预测的是有两造的这个争议，两造的立场，所以等一下有这两造主要立场的语气的时候，它也可以是这两造的这个主要论点，对不对？好，唯有这样你才能够去避开去把自己的重点放在生难字上面。OK， 虽然生难字还是会让你害怕，可是你会知道你接下来的文章不会接不下去，这样就够了。OK， 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下一句话。来，各位，我问你，讲完一造之后，这个 however， 请问你觉得他下面要讲什么东西？来。前面已经讲完一造了，我们刚刚是不是说，我们刚刚预测的是，要么就是去讲述争议的内容，两造，对不对？对吧？争议两造，要么就是干嘛去讲解决争议。好，那我问你，他已经两造讲完一造了，他有可能另外一造不讲，直接去讲解决争议吗？有可能吗？你有看过任何一篇文章是争议里面只讲一造，另外一造不讲吗？有吗？不可能，对不对？对吧？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100%预测，接下来的 however 绝对不会是跟你讲怎么解决争议，绝对是跟你讲另外一招，这样懂我意思吗？好，所以这个地方你也是超前部署，有没有？在这一段里面，你会继续被生难字轰炸 ，OK？ 好，会继续看说，这个当然这个字我知道你们不会害怕啦，好，为什么？你们已经知道说 IST 后面其实它就是学者嘛，好，那至于是历史学者还是生物学者还是这个艺术学家，那没差啦，就是学者，对不对？对吧？好，所以这个字你不用害怕，但是对吧？但是你可以看到后面有好多字你很害怕，对不对？什么 pair eyes, muscular, scattered adaptions， 对不对？好，那么这些东西这么多的字 ，OK， 很害怕。但我问你一件事情，现在请你用新的角度来想，请问这一个大段里面，对不对？好，里面是不是我们只要找什么东西，到底谁是争议的另外一方的结论，对不对？还有就是谁回应了刚刚前面讲的这个东西的功能是什么，对吧？好，那你来仔细看看这个地方的句子，你会发现 ，However, other paleontologists argue that many of the definitive characteristic of vertebrates， 它里面讲了这么多东西，对不对？你会发现到最后，它真的去讲到功能的是什么？他最后去讲到功能的是 according to this view， 靠北怎么变这样？来，我想把这边删掉，可以吗？来，他最后讲的功能是什么？真的讲到功能的是，这边，对吧？
这个 the earliest vertebrates were predators， 对不对？来这边可以理解的，可以帮我打一个一吗？好不好 ？OK， 好，这个地方 earliest vertebrates were predators， 好，可以理解吗？好，就发现最后讲到功能的其实只有这个地方而已，这样子。好，所以你就知道中间给你的这些资讯，什么鬼，什么 paired eyes, muscular, scattered to the adaptation， 看得懂当然很开心，帮你拍手；看不懂也不用太慌张。为什么？因为等一下不一定会考出来。但是唯一能够让你去接下来读的是，你要找到两造的另外一方对于功能的解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已经确定了，我们现在心里面有一个大的石头已经放下了，就是这两造到底争议的争点在哪里，对不对？好，争点在于哪里？第一造叫做强调的是功能叫防卫，第二造强调的功能叫做它是掠食。OK 好，到底最早的生物它的身体是设计来防卫的，还是演化来掠食的？这样子 ，OK 好。中间虽然有大量的生难字，但是我们说什么？看得懂开心，看不懂不用紧张，这样子 OK 好。来，各位，接下来我问各位一件事：刚刚我们超前部署的时候，请问你，我们刚刚是不是说我们预期两个东西，对不对？第一个是什么？争议的两造，对不对？他跟我讲清楚吧。第二个是到底要如何具体的解决争议，对不对？他前面只有跟我讲新的资讯可以解决争议，对吧？只有跟我讲怎么解，只有跟他解决争议，他还没有讲怎么解决，对不对？他只有讲说有很重要的意义，但到底是什么意义呢？到底是什么争议呢？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争议了，但我们现在没有知道怎么解决，对不对？所以接下来你就知道文章最后可能会讲的东西就是什么？两造已经讲完了，最后讲如何具体的解决。这边可以理解的同学可以帮我打个一吗？好不好 ？OK， 好，你看到这就是我们说的一步一步的往下推。OK， 好，这就是聪明的人去读文章会用的形式哦。好，其实也不能说聪明的人，说主动的人。好，如果你被动的话，你就只会去一直练新的题目，好，然后呢一直去想说，我到底还有多少题目没有练。可是如果你主动的人，你就会去想说，到底我接下来还会写什么？这样你练题目才有意义嘛。我们商学院要求的东西是个主动嘛，对不对？你不能被动的等别人给你东西去读，你要主动去超前部署，对不对？好，来，现在我们知道之后，我们来看下一个好段落，最后一个段落。OK，好，所以你看读到文章后面的时候，你不会等到文章读到最后才知道这篇文章写什么东西。其实老实说，大概读到2/3，你就大概知道这篇文章怎么走了啦。这样子 ，OK， 好，来想想看你过去有什么样的文章有这种感觉。其实老实说，你有发现好像都没有这种经验，对不对？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对吧？好，就是也不能说是你的问题，应该说是你主动性的问题。OK，好，来，跟我们现在看下一个最后一个段落。好，一样还是有好多细节看不懂。靠北，等一下哦，这个是不是有点啊？等我一下，好像又回来了。对，刚刚想说怎么荧幕没有调，对不对？好，来各位，这个地方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最后一个段落，对不对？好，最后一个段落一样是细节轰炸，有没有看到？最后一个段落一样是给你轰炸的 stiffening knot alter along the back of the body, V-shaped muscles 大小，对不对 ？Posterior tail fins。OK， 好，你们发现一堆一堆的资讯在跟我轰炸你，对不对？好，然后再来，这个一堆资讯什么 ostracodons， 好，你可能说我只知道 condon 什么东西，不知道 cordon 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好，然后现在才开始后悔说没有平常学英文只会学脏话，只会学奇怪的字，对吧 ？OK， 好，来这些资讯一样的轰炸你，然后怎么样呢？还有就是这里面的这个逻辑推论也是很复杂的，对不对？好，你也是无法看懂这当中有的东西的细节怎么推，对不对？但是你不用担心，各位。想请问你一件事情，我们现在请问你，我们现在刚刚是不是预测到这个地方的段落可能在讲什么？前面讲说，要么是两造，要么是怎么解决这个争议，对不对？我们刚刚知道它的争议叫做到底是什么？到底是掠食为主，还是以什么？还是以所谓的保护为主，对不对？但我问你，这个地方这些资讯，它有跟你回答到底是掠食为主还是保护为主吗？有没有？你现在看到我蓝色标起来的，我蓝色圈起来的这两段资讯，请问你，它除了生难字多，把你脑袋搅乱之外，你仔细静下心来想一想，它有跟你去解答说到底是掠食为主还是保护为主吗？有没有？有吗？没有嘛，对不对？对吧？那没有的情况下的话，你怕它干嘛？对不对 ？OK， 这是一堆什么？就是一堆肺炎，对吧 ？OK， 不是武汉肺炎的肺炎，好，就是莫名其妙这样子。OK， 好，来，那现在我们知道要继续往下看。好 ，It now appears that the hard parts that first evolved in the mouth of an animal improve its efficiency as a predator and aggression
Reticular protection wa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origin of the vertebrate skeleton。来，我问你，这句话你觉得它有没有办法回答到刚刚的争议了？有没有办法？你会发现这句话，虽然还是有一些生难字，但是它很明显是已经回答到你的争议了，对不对？那很好，那就这样子，就是什么？你就知道这篇文章的架构我已经抓完了。最后的作者认为怎么样？作者认为是支持什么？支持刚刚的，认为是掠食者，而不是认为是什么保护者这样子。OK， 好，来各位，整篇文章到这边为止已经读完，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哦。好，你看哦，这篇文章如果按照架构来看的话，会是像现在这样子花花绿绿的架构，什么意思？好，这个地方是属于文章的背景 ，OK， 好，文章的背景跟主题。好，背景先给你介绍 content， 主题跟你讲什么？跟你讲说我们要去讨论某些东西的作用，它的身体的这个器官的作用是什么东西 ，OK。然后接下来呢，这个地方好，他先跟你暗示这篇文章等一下会讲主题，会讲两造争议跟什么，跟如何解决。好，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是什么？这地方是争议里面的论点1，对不对？这边是什么？争议点的里面论点2，对不对？这边是什么？这边是去评估论点1、2，去告诉你怎么解决这个争议。OK， 这是整篇文章最后我们文章里面心里面区块的一个架构。OK， 好，但实际上这篇文章里面可能会有好多资讯你是看不懂，对不对？好，我们刚刚是不是说了嘛？绿色这一块好，蓝色这一块，以至于后面粉红色这一块里面有好多资讯都看不懂，对不对？但我们现在做的很好玩的东西哦，各位。现在我把刚刚我说有串联的重点句打上出题了。我们现在来做一件事，我把中间所有的资讯拿掉，不重要的资讯拿掉哦。我们刚刚说跟我们的架构重点预测没有关系的这些 premise 重点资讯拿掉。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部投影片，来，现在请各位帮我做一件事情，请现在花1分钟的时间仔细看了这个投影片，好，去想象，如果今天你是一个从来没有读过这篇文章的人。你能不能看完这5个点？好，就去大概知道今天我要报告的重点是什么。来，如果你今天完全没有读过这篇文章，你能不能就只看这一页投影片，就大概知道我想报告的这个流程是什么？来，可以的帮我打1，很难的几乎不行的可以帮我打2。可不可以呢？来，可不可以呢？各位，你觉得可以的可以帮我打1，你觉得很难的可以帮我打个2吧，好不好？我还是要跳出来看一下，啊，不好意思，我还是要跳出来看一下这样子。OK， 好，来，好，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好，什么特别的事情呢？特别的事情就是说，其实你就算没有看过这篇文章，大概看这5个重点，你也大概知道文章的梗概，对不对？好，那你有没有发现这5个重点就相当于什么？所以它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好，就是我标起来出题这句话，也是我们刚刚用来去推测架构的这句话，对不对？对吧？看到这句话，知道等一下要讲的是一个争议，对不对？看到这句话，知道说他等一下要讲的可能是争议的2造，还有争议怎么解决，对不对？看到这句话，知道他等一下刚刚直接回应到这个争议的内容，哦，是回应到这个争议的这个作用是什么？所以它是争议的1造。看到这边，知道它是争议的另外靠背，好，不好意思，来。看到这边知道是争议的1造，看到这边知道是争议的另外1造，对不对？对吧 ？OK， 好。然后呢，再来看到最后这个地方，知道是什么？知道是如何去评估争议的2造何者正确，对不对？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刚刚我们看到的一些生难字，你考试中会害怕的生难字，完全不包含在这些粗体字里面，对不对？对吧？好，就是你刚刚会害怕什么 gels 啊 postulating 啊，好，有没有？还有像比如说什么，像比如说这个什么某某的生物啊，对不对？好像比如说什么，像比如说这个 pair eyes muscular skeleton adaptation，对不对？这些资讯完全都不出现在我们刚刚讲的那些核心重点句里面，对不对？对吧？
好，这些资讯的特色就是什么？它可能只会去跟它要推出的结论有关联，它只会去跟它要推出的结论有关联。好，但它不会去跟别段有关联，所以这些资讯就算你看不懂，它不会影响你第一次读文章的理解。OK， 好，就发现我们刚刚最后整理出来的重点，这边的这5句话全部都是用文章复制贴上的。OK， 好，它完全不包含你刚刚看到的一些生难字，但它可以让你这篇文章的 flow 是很顺的，对不对？对吧？好，所以这边各位有没有开始破除迷思了？就是我们真的要第一遍看文章的时候，把所有生难字都硬要拷懂去猜懂吗？真的要这样我们才能读下去文章吗？其实不需要，我们只要有具备足够主动的什么预测未来、预测后面会说什么的能力，我们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对不对 ？OK， 好，那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 GMAT 要一直在讲说，我们考阅读测验考的不是你的这个专业知识，我们考的是什么？我们考的是你的这个就是阅读的能力。因为你看，有没有发现，他把专业知识都放在不重要的细节里面，对不对？对吧？所以就算今天看到很多生难字，他也不会去阻碍你整篇文章读的 flow， 对吧？好，所以这样你就知道说高手的为什么比你强，不是因为他们懂的这个背景知识比你多，而是因为他们懂得文章里哪些资讯会是重点。那为什么他们懂哪些资讯会是重点？因为他们愿意从一开始就一步一步的去想，如果他是作者，在逻辑上他接下来最有可能说什么东西。好，这边可以理解，可以帮我打个1嘛。高手跟你的差别不一定是在背景知识懂得比你多，或者是长难句读的比你好，而是什么？而是它差别在于他会比你超前去想、去预测他是作者，他会怎么去写这篇文章，这样子。OK， 好，来各位，我们终于要进到题目的地方。其实这篇文章我觉得最精华的地方其实不是题目，应该是刚刚的文章哈。对，我觉得讲这篇文章，我觉得应该是大家比较有兴趣的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来看题目。好，我们最后来看题目的地方。还记得吗？我们在之前的影片里面有跟大家去强调一件事情啊，如果你有来上过当时的阅读研讨会，或者是之前的这个考期公开课的话，你应该会记得当时一直很强调一件事情的。对，好，这件事情叫什么呢？哎，奇怪，怎么又不见了？好，怎么荧幕又不见了 ？OK， 好，来，好，我之前一直强调什么东西？一直强调说，你看到一道题目的时候，你一定要好好的仔细的去读这道题目，然后呢，你回去文章去抓资讯的时候，对不对？你不能直接回来看选项，你要干嘛？你要去，你心里面有一道自己的回答，也就是你要有一个申论的回答。OK，要把这道题目当成什么题目？当成申论题，当成简答题。来，还记得我讲的这个重点的，可以帮我打个1吗？好不好？当时你的阅读的策略里面有非常明显的讲到这句话哦，就是说不要被动的去选选项。好，你知道我的阅读策略里面，对不对？我最强调一件事就是什么？就是你不要被动，要主动。包括我们刚刚讲的预测架构也是主动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做题目的时候一样要主动，不要被动的去等着看选项去筛选。好，因为怎么样？因为选项里面的字很多很杂，5个选项的5句话是分别独立不相关的资讯，所以你的思绪会很容易被扰乱。想想你过去在做阅读的时候有没有一个经验，就是你做到 A、B、C 3个选项看完之后，你突然发现你完全抓不到重点了，你还要回去重看一次文章，有没有这种经验？有的帮我打个2吗？好，就是看到会累。好，看2、3个选项就累了，然后又要回去重看一次文章。有这种经验的可以帮我打个2吗？好不好？有吗？对不对？好，那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什么？就是你一开始心里面根本没有回答，你就只是把什么，只是回去文章去看那一大段的资讯5、6行，然后呢回来之后就直接去看选项。那你这些那些 raw material 没有去做整理 ，raw information 没有去做整理的话，你就去直接跟选项对撞，那只会是什么？只会做出一堆垃圾而已，这样子。OK， 好，所以各位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我们当然是要回去文章定位，可是你一定要在定位的同时去抓到，去有自己的一句话整理，用人话来回答。好，这个非常重要，把它当简答题。好，我们现在看这道题目。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the anatomical evidence provided by the preserved soft bodies of conodonts led scientists to conclude that. OK， 好，各位注意到这道题目对不对？好，我们不能只看关键词 anatomical evidence， 你要知道题目的语气也是很重要的。好，题目的语气也是很重要的，什么意思？一道题目还有它的类型。好，比如说像是细节题就分2种类型，细节题分2种类型，我们来看一下哦。好，你可以看到，来 bookshelf 这个地方，好，不是 bookshelf， 这个是 OG 的电子书啦。OK， 好，就是我自己因为比较方便，我就直接上网买了 OG 的电子书这样子。OK， 好，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其实有2种题型，我们先看一个东西好了。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官方对 RC 的分类。好，这 by the way 这个是
那个就是终结者的那个就是线上讨论的平台，好像终结者现在应该也有同学现在在这个在这个群里面，在这个就是现在这个那什么公开课里面，对不对？好，先跟大家讲一下哈，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凶 ，OK， 不好意思，在终结者的平台里面会比较凶一点这样子 ，OK 好，但是实际上就是我只是为了想让大家逻辑要更清楚一点而已，这样子哈，所以大家不要被我的凶吓到了，好，不要你说哦，因为当时终结者很凶，所以不敢来报名，好，没有啦，好，就是只是就事论事而已，这样子哈。来，各位，你看哦，RC 其实有两种细节题，其实也是分两种题型的，一种是什么？一种 stated idea， 就是所谓的 supporting idea， 什么意思？就是说文章里面说什么就是什么，好，你只是要去抓文章给你的资讯，你不能去引申，不能去生出枝微末节 ，OK？ 好，你只需要去抓文章给你的资讯，这样子。好，那什么叫 inferred idea 呢？ inferred idea 就是说什么？就是可能文章里给你的这些资讯是给你 premise， 可是他们并没有去给你 conclusion。好，你要自己去推，甚至你要去别段推 ，OK？ 好，这边就是说什么就是什么的 supporting idea。这边是什么？可能今天文章没有写出来，你要进一步去推测，这叫做所谓的 inferred idea。OK， 好，那其实你在观察题型，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说到底是哪一种。OK， 好，如果不确定题目问的是什么的话，我教你一个方法，你可以去看 OG 里面的分类嘛，对不对？好，大家可以看 OG 里面的那个它其实 OG 里面有一个东西叫 index， 纸本书也有啦。好，你看哦 ，OG 里面的分类是什么？你看这边我们看到 supporting idea 的题目是这些。然后呢 ，inference idea 的题目是这些，你可以去找这些题目，看他们的问句都怎么问的嘛，对不对？好，然后去观察一下他到底问的是文章你要的资讯，还是问的是你要另外推出来的资讯 ？OK， 好，来这边可以理解，可以帮我打个一吗 ？OK 哦，可以理解，可以帮我打个一吗？好，就是你要先理解题目有两种不同的细节题，好，一种是只能用文章给你的资讯来推，叫 supporting idea， 另外一种是你可以去，需要去引申。可能甚至还要去别段去推的 ，OK， 叫 infer idea。好，所以我们当然不能只把这个题目的关键词看完而已。好，你不能马上就回去看关键词，可以回想一下，你过去有多少经验是你根本其实没有搞懂题目在问什么，你也没有搞懂它到底是哪一种问题，就直接回去看文章，很多嘛，对不对？那你当然选错就是应该嘛，对不对 ？OK， 好，这道题目我们现在仔细看，他说。文章里讲的解剖证据，对不对？当然我们知道，等一下我们要去找到这个解剖证据。好，他让学者们去推出什么样的结论 ？OK， 来我问你一件事，这个地方它的语气是过去式，对不对？换句话说，这件事情是已经发生了，对不对？已经发生的，所以你觉得他是要你推一个可能未来会出现的，也是一个可能的状况，好，是一个你要特别去引申的。还是你觉得他今天是要去推一个文章里面已经陈述过的事实，已经陈述过的结论？你觉得是哪一种？好，它是过去式，代表这些学者已经有这些结论了，对不对？所以你觉得他到底今天是要你去推一个未来可能会就是到底是要你去推一个inferred idea， 还是要你去推一个文章里面已经 stated 过的 idea？ 你觉得是哪一种？来，你觉得是 inferred， 可以帮我打一个 infer， 你觉得 stated， 帮我打个 stated， 对 stated idea 嘛，对不对？好，很好，所以这时候你就知道，回去文章定位的时候要小心，你不要去过度的去推论引申到别段去，好，或者是不要去过度的去推文章没有去讲到的资讯 ，OK， 好，对，那跟等一下我们看到其他题目就不一样了，好像比如说等一下我们看到其他题目是什么，像比如说他会讲，你看他说 could draw some conclusion， 对不对？可以推出什么样的结论？那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文章里面可能没有去讲到，但是呢，他可能会去过度的引申这样子。OK， 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这道题目。好，来，当然我们知道回去文章去想的时候，我们就根据这个，他问的是证据嘛，对不对？新的这个证据，对不对？对吧 ？OK， 好，那根据刚刚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想文章刚刚的架构里面，对不对？这边讲的是争议。争议就是问题，没有什么证据，对不对？所以应该不是我们脑子里面的回忆是这5句话，还记得吗？我们脑子里的回忆就是一开始讲的争议，接下来跟你讲新的东西帮我们解决争议，接下来跟你讲说争议是什么，最后跟你讲新东西怎么样具体解决争议，对不对？好，那我问，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解剖证据，对不对？新的这个证据，你会发现不可能出现在第一段，因为第一段只讲争议。也不可能出现在这2招，因为这2招都在嘴炮，对不对？他们讲了很多他们的想法，但他们并没有给出一个新的证据，对不对？对吧？所以最有可能出现在哪里？
最有可能出现在这个地方或者是这个地方。来这边可以理解，可以帮我打一个2吗？好不好 ？OK， 好，用刚刚我们对文章整体架构的理解，好，就你的心里面就只有这5句话，你会更好怎么样？你会更好的去想它到底这个证据出现在哪里，对不对？好，那如果你心里面不是这5句话，而只是去死记硬背文章资讯的话，你可能到这边就会完全不知道干嘛，你只会做一件事，是吧？对不对？就是什么？就是从文章一开始的地方一直往下扫，一直往下扫，扫看看哪里有 anatomic evidence， 那就时间的差别就很明显出来了，对吧 ？OK， 好，有架构跟没有架构的差别在哪里？就在这边。有架构的话，你可以去想，这边讲争议没有证据，这边讲2造的嘴炮也没有证据，所以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地方才要去特别去想出证据，对不对？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对不对？你就会发现没有架构的人实在是很吃亏，他会一直在浪费时间。那你就知道你考试的时候为什么每次你最后看到 ESR 或者你在考试的时候最后5题10题总是赶着写的，其实你在默默浪费很多时间浪费在 RC 身上，对不对 ？OK， 浪费时间是为什么？因为你不够主动，就这样而已。OK 哈，好，你总是等着别人在给你答案这样子。好，来，那我们先来看哦，我们知道说他要告诉我们说文章到底哪里有明确讲到说学者有了什么样的结论，对不对？好，那我们当然是第一步先看什么？他明确讲到 anatomy 这个地方。来，那我问你，请问这句话有讲，他虽然有讲到这个 anatomic evidence， 对不对？吧？可是我问你，他有去跟你具体的讲出结论是什么吗？有吗？你要急，好，赶快把它讲完。有跟你讲到结论是什么？他是跟你讲说，哎呦，很有启发，很有收获，对不对？好，对于学者们很有启发，很有收获。但是我问你，这个地方他有跟你讲到结论是什么吗？第一句话这个地方这边没有，对不对？没有的话，那这个时候你就不应该回去看选项。OK， 好，来回想一下，你在做这道题目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你只是真的是在做机械式的运转而已，就是你只是为了要把这个字看到，因为刚刚题目有出现 anatomy 解剖，所以我看到这个字，我就觉得我好像定到位了。然后我看完这句话之后，我也不管我有没有了解，我就回去看选项了。来，你常常犯这种问题的，可以帮我打个3吗？就是你只是把字找到，把那一句话读完。你就回去看选项，结果发现5个选项看完之后，好像自己扑空了。你有这个问题，可以帮我打个3吗？哇，干，大部分都有这个问题。你看有没有？今天来就是有价值的，有没有？哈，阅读研讨会就是这样哈。我跟你讲，好，支持 Dustin 再继续开下一期阅读研讨会的，可以打个4吗？好，或者是支持 Dustin 每个礼拜开1集，可以打个4吗？没有，我要死掉好不好 ？OK， 好，来，终结者很累呢。OK。好了，谢谢大家哦，4哦，这好，谢谢大家一波4刷屏这样子 ，OK， 好，来各位，好来，现在问题来了，没有办法回答题目之前，你凭什么去看选项，对不对？你看，你刚刚细读题目，你就会发现一件事，这边根本没有办法帮你回答到题目嘛，那你没有办法回答到题目，这你凭什么看选项？人家题目问的是什么？人家题目问的是说这个到底有什么样的启示？不讲错了，到底学者的结论是什么？结果这边只跟你讲说，哇，很有用哦，结论没跟你讲什么东西，你凭什么去看选项？你看选项，你就是唯一的结局是什么？扑空嘛，对不对？那这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继续往我们刚刚架构里面的第2定位点定位。我们刚刚说这边跟这边讲到结论帮助我们什么，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这边是没有屁用了，它只是给我们定位点，但它没有告诉我们实际的资讯。那我们就要继续往第2定位点定位，就是这边第5段，那是第5个重点，对不对 ？OK， 好。不知道的人傻人会怎么说，你知道吗？如果对文章架构没有抓那么熟的，他会怎么做？他会说啊，这句话没有告诉我们什么东西，那我往下一句话定位，那就错赛了。为什么？下一句话就变成是传统学者的观点，而不是证据给你的资讯了，那也是会错。OK， 好，来，所以这时候我们知道，刷文章架构跟什么？跟解读题目这2个能力是缺一不可的，对不对？现在我们知道就往哪里定位了，其实应该要跳着往最后一段定位。好，最后一段定位这样子。OK， 好，那当然最後一段定位的时候，我们在看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开始细读了。你说 Dustin， 这个时候我有时间细读吗？当然有时间了。你以前没有时间，是因为你把时间都花在第一遍读文章嘛，对不对？你以前第一遍读文章读个4、5分钟，那你后面怎么会有时间读这边呢？对不对？你后面就只能抉择说，到底我要细读，然后浪费到15、16分钟。哦，也许你没有在抉择，你只是觉得，哎，我觉得好像我要把这个题目做完，你也没有在抉择。你的抉择你也没有时间抉择，为什么？你后面就是痛苦的实体连猜，对不对？好，就是在还没有搞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之前，也没有选择权利，你就怎么样？你就默默的死掉这样子。OK， 好，
那现在你看，为什么我们有时间？很简单，我们前面省掉了一些卡生难字的时间了嘛，对不对？我们现在就有时间，至少有1分钟、2分钟，你可以好好的来细读这个文章嘛，对不对？好，来，那细读文章的时候，你也要去想一件事，就是什么？到底学者们推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对不对 ？OK， 好，来这边我们仔细来看这个段他给我们的资讯哦。好 ，a stiffening knot or cord along the back of the body, V shape along the sides, and the posterior toe fins help to identify contents, 不是 contents。Conodons as among the most primitive of vertebrate。第一句话我问你，看我们跟你讲证据帮助我们什么东西？有没有？来，有没有跟你讲这些证据帮助我们什么东西？你觉得有还是没有？第一句话，来，第一句话说什么？说某些特色，某些特色，某些特色，这些特色不就是证据吗？不就是你解剖才会看到的东西吗？对不对？来，所以这句话，请问第一句话有没有告诉你我们能得到什么？我们能够学者们知道什么样的结论？来，其实是有的哦，你知道吗？这些就相当于什么？这些再仔细看，虽然你还是看不懂在干嘛，但是你可以大概知道说什么，大概知道说这些应该是我们去细部研究的时候发现的一些解剖学上的特色，对不对？所以这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地方 help to identify 的意思是什么？这些证据让我们去得到什么新的结论，对不对？所以第一个我们的回答会是什么？我们的回答会是学者们得到的结论是这一种生物是什么？这种生物是原始生物 ，OK， 是最原始的生物 ，OK。好，那第二个回答是什么呢？第二个回答就是什么？你看后面有说什么？你看又给了另外一些证据，对不对？什么东西没有？然后呢，再来，好，后面怎么样？又告诉你，这边又给了另外一个回答，叫什么？又给了另外一个结论，叫做这种生物比另外一种生物更早，对吧？接下来再看完，最后怎么样？又有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叫做这种生物它其实是侵略性的生物，对不对？所以这边这道题目的申论回答有3个方向。好，何者为真有3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什么？第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刚看到的，它是最原始的生物。第二个方向是什么？它比另外一种生物鱼类的什么的时间点还早，更原始。第3个方向是什么？是它是侵略，而不是什么，而不是所谓的这个保护类的生物。OK， 来这边可以理解的，可以帮我打个一吗？好不好？好，有哈，好，3个方向这样子。OK， 好，来各位，好，那我们现在看哦，来，现在我们就终于可以去看选项了。当我们心里面有主要的方向，就可以看选项了。那第一轮我们先排除什么？先排除方向相反跟完全无关的。OK， 好，来 A 选项，我问你 ，A 选项它说什么？这个生物它怎么样呢？是什么？是 invertebrate carnivores。OK， 我问你，这个地方，请问他说是他在强调什么？他是什么？他是所谓的 vertebrate， 对不对？对吧？好，实际上文章里面其实是有讲说他是他说他这边是非脊椎动物，对不对？实际上你回去文章定位，他是有讲到是脊椎动物，但是其实你不用想那么多，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抓到，我问各位，我们刚刚抓到的那3个资讯，第一个叫做它是原始的，第二个叫做什么？它比另外一个生物更原始，第3个叫什么？第3个叫做它是攻击类的生物。请问你这一句话有对到刚刚的3个资讯吗？有吗？有没有对到？你刚刚心里面不是有那3个答案的嘛？对不对？你有3个小结论有对到，对吗？完全没有对到嘛？所以这个时候 A 选项你根本不用考虑。那你说 Dusty 有没有可能 A 选项在别段有讲到？在别段有讲到，就算在别段有讲到，你也不能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就是要问你这一段里面推出的结论，它就是一个什么？它就是一个 stated idea。OK， 好，就算在别段有讲到，你也不能选。OK， 好，所以你不用庸人自扰，不用说一直被吓到说我是不是要跨段定位，对不对？不用啦。OK， 你刚刚读到的资讯就是用那些资讯来推就对了，它就是 stated idea 的题目。好，所以刚刚那边我们推出了3种学者会都新得到的结论，叫做第一个最原始，第二个比鱼类还原始，第3个它是攻击类的生物。这边完全没有提出，就直接删掉了嘛，对不对？来，那我问你 B 选项，他说什么？它是所谓的保护类的生物，这就是什么？跟我们刚刚第3个回答是完全相反，对不对？文章明明就讲说是攻击，不是保育，那你相反就是直接删了嘛，对不对？第3个 C 选项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把它保留下来，为什么？
我们看不懂什么叫 suspension feeders， 但是我们至少知道还要讲一个 primitive， 对不对 ？OK， 好像跟刚刚我们的回答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嘛。我们刚刚的第一个回答就是它是最原始的，第二个回答是什么？它比另外一种生物还原始，对不对？对吧？所以至少还有这个原始这个概念好像是有对到答案，但是呢，其他概念我不知道，所以呢，要做什么事情先保留。注意哦，你不能直接删或直接留哦。好，或你会想说，到时我是不是要回去然后再看一遍？现在先不用，第一轮先不用去来来回回，第一轮先去抓大方向就好。你第一轮来来回回就麻烦，你要来回3、4、5遍，好，你哪有那么多时间？第一轮就是用你刚刚的申论回答去把大方向完全无关或者是方向相反的把它删掉。好，这边可以理解，可以帮我打个1吗？解题流程是2轮，好，第一轮把自己的申论回答先确定好，然后呢，把方向相反或者是就是所谓的完全跟我刚刚回答没有关联的，先把它删掉，先不要去来来回回 ，OK， 好，不然你要来回几次嘛，对不对？好，那接下来都选项说什么 ？Primitive vertebrates with teeth appear earlier from armored vertebrate。来，刚刚我问你，我们刚刚的回答说这种生物比其他生物更原始，或者这种生物是最原始的，请问你这些资讯是不是跟这个地方的资讯是有关系的，对不对？有没有关系？原始不原始跟什么？跟时间早晚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对不对？所以这边我们也先保留这样子 ，OK， 好，也先保留住，好，不一定要选的先保留。好，那1选项是什么呢？1选项说学者们原先的观察是什么？原先的观察是正确的。那我问你一件事，我们刚刚的那3个结论里面，请问你，我们刚刚那3个结论里面有讲学者原先的观察正确或不正确吗？没有嘛，对吧？我们只有讲他比原先早，他是最早的还是怎么样，对不对？我们也只有讲他是防护还是什么，还是就是月食型，对不对？所以也没有讲到。那你说别段会不会出现？那你不要去乱推嘛，这就是 stated idea， 你为什么要去推出别段里面不存在的资讯呢？对不对？更重要的事情是，文章里面的学者有2派，学者有一派是保护型的，有一派是掠食型的，对不对？好，最后也只证明了一部分，对吧？最后也只证明了什么掠食型的是对的。但这个选项有没有以偏概全的嫌疑呢？有啊，为什么？因为这个是 essentially correct， 变成说是全部的学者的全部的观测都是正确的，可是问题是文章就只有一部分是正确，它只有证实一部分呢，所以这个1选项也有以偏概全的嫌疑。OK， 好，所以这时候我们也可以很明显的用态度把1选项删掉。这边可以跟得上，可以帮我打个3吗？好不好？帮我打个3。好，谢谢大家。OK， 好，那现在问题来了，最后剩下 C 跟 D 选项，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好，很简单，这个时候我们要再去重新确认一下这篇文章到底，不是这篇文章。我知道很多同学会选择说，赶快回去文章再看一次，其实不应该这样做，你应该要重新确定一下这道题目他想要问什么东西。OK， 好，这道题目他想要问的是什么？想要问的是这些证据能够帮助学者们推出什么结论，对不对？而且这个能够并不是未来发生的事情，而是什么？而是文章里面就已经明讲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回去的时候，你就不要乱定别段的位置了。你要回去看的是什么？你要回去看的是到底这2个资讯谁是过度推论 ？OK， 好，来，首先第一个，肚子好饿，真的好饿。哎，同学们吃饭了吗？有吃饭的可以帮我打个1吗？好，我还没有吃饭，还在想等下要吃什么。好，我可能要等到，我可能要赶快结束，然后因为 Seven 的那个座位区还没有关，好，要去 Seven 吃宵夜这样子，不是吃宵夜，吃晚餐这样子。OK， 好，来，好，各位，这一段的资讯里面，请问你，好，他有没有去讲到说，他是什么样的 feeder？有没有去讲到说他是什么样？他是什么样的掠食者？他是什么样的这个猎食者？有吗？没有嘛，对不对？这段资讯里面只有去讲说什么，他是原始的还是不原始的，对不对？他却完全没有讲到说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掠食者，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的资讯就是过度推论了。你说 Dustin， 其他段里有讲到啊，比如说Dustin 我记忆力比较好哦，其他段里面这个掠食者也这边有讲到，不是吗？对不对？好，可是我问你，这一段资讯可以被拿来这边吗？不行嘛？为什么？这是 stated idea， 对不对？好，你就只能严格的遵照文章里面所给出的那一小段的资讯做回答。所以呢，你拿别段的资讯，你也无法去证明这一段有提到嘛，对不对？对吧？好，所以这个资讯就是完全是过度推论的嫌疑，这样子。好，这到最后怎么样呢？其实就只有什么？其实就只有D选项是对的。为什么？就是这一种有带牙的生物是比什么其他的生物还更早。它从哪里推出来的？它从等一下，
把它拉回来。好，它是从哪里去推出来的？它是从哪里？是从这个地方，对不对？好，从这个地方推出来的这样子。OK， 好，来各位，那我们看第二题。好，所以这一题给我们的一个启发，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要看清楚题型，题型是 inferred idea 的，你就不要去，不，题型是 stated idea 的，你就不要去乱引申别段的资讯来作答，这样懂我意思吗？哦，看清楚题型非常重要，不要只是看定位。第二个启发就是什么？你先有自己的申论回答，可以帮助自己省下很多很多的时间，这样子。OK， 好，来我们看下一个题。好，来第二道题目 ，Second paragraph in the passage serves primarily to， 你的申论回答是什么？其实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对不对？如果你今天刚刚我们的架构抓得稳，你是一步一步推出来的，其实这个时候你可以几乎可以不加思考，就可以马上回答出这个地方的目的是什么，对不对？请问你，我们先不要看选项，我们到底这个地方刚刚抓到的架构是什么？这个时候你的心里面就知道说，这边叫做先讲背景跟什么，跟主题争议。这边先预告说有可能解决这个争议，对不对？讲新证据解决争议。这边是什么？去讲什么？还记得吗？去讲争议的两造的观点，对不对？去跟我去讲争议到底是什么样的争议，对不对？两造的观点，对吧？好，来，然后这边是讲什么？这边讲的是到底如何解决争议，对不对？你会发现，它其实不只是考第二段啦，好，就它随便考你任何一句话的作用是什么，你都回答出来，这样懂我意思吗 ？OK， 好，预测架构就是让你可以怎么样，就是遇到作用问题你不会说遇到作用问题再回去观察，其实你很早就已经把每一句话当作用问题在做了，你知道吗 ？OK， 好，所以其实老师说。预测架构这件事情 ，active reading 这件事情，用一句话来讲解就是什么？很简单，就是把每一句话当做作用题在做。OK， 好，去想它是什么作用，下一段要出现什么？各位，你先修班有上过对不对？如果你有上过当时先修班的话，你应该记得当时先修班里面有一个阅读训练在做这件事，对不对？好，还记得可以打个1吗？当时先修班里面的阅读训练有一个就来做这件事，叫做叫你去拿一篇文章来练习，练习每一句话把它当作用题去想，它的这句话。可能是什么，对不对？可能作用是什么？是猪排。便利商店有猪排吗？有吗？我每次去便利商店吃什么，你知道吗？是那个太和店出的那个，就是牛肉面哦，有点贵，但还是好吃。还有那个什么，还有那个鸭血。对对对，好，来 ，OK， 好。哎 ，B 为什么错？你说这一题嘛，作用题的 B 为什么错？有同学问说，哎，我选对，但是 B 为什么错？好。抖内摩斯汉堡，你知道怎么抖内啦 ？OK， 我之前有抖内过学生，你知道吗？好，哎，大家不要误会，好，不是什么学生当直播主，然后很正，然后露奶跟我抖内这样子，不是。好，抖内学生是我在那个终结者里面群里面，对不对？做有奖征答，然后呢，就是就是给一个题目，然后呢，如果答对的话，对不对？我就送他全家那个寄杯，有没有？好，送他全家那个，就是你知道全家有寄杯服务，就是用那个 APP， 然后买了之后寄杯，好，我大概寄60杯拿铁左右，对，然后呢，每一次拿出来，你再把那个条码分享出去，好，就可以给别人这样子，我就抖内给他们咖啡这样子 ，OK， 好，对对对，那个叫抖内这样子，好，就终结者有时候我会为了鼓励大家去回答问题，我就去用那种抖内的方式这样子，好，但绝对不是我去抖内什么小模直播主，OK， 好，来，好，你说 B 为什么错？我猜你指的应该是第2道题是吗 ？OK， 好，如果不是的话，再跟我讲一下这样子，好不好？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第2道题。好，这道题对不对？好，我们现在应该知道说，刚刚我们预测完架构之后 ，A、C 都我们要回答什么？就是去跟你讲述两造的争议嘛，对不对？两造的争议，对不对？好，那 A、C 都呢，很明显就是你大概看到前半部，你大概知道，干这3小，对不对？哦，走中了嘛，走得很夸张。第一个跟你讲这个很重要，来，这个在哪里出现？我跟你讲，你要让你的作用题变得好，有一个很重要的诀窍，就是你检讨的时候你要去想。这个地方，这个资讯有没有可能是别段的资讯？正确选项，来，请问各位 ，A 选项如果要是正确选项的话，那么它的 highlight 应该 highlight 哪里？他说跟你讲1981年的这个东西多么的重要，它的 highlight 应该要 highlight 哪里？应该要 highlight 在这边，对不对？对吧 ？OK 哈，这样才代表说你完整理解了每一个段落的作用，对吧？好，来再来我们看 B 选项，
contrast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development。好，的确它有 contrast， 它有 contrast view， 对不对？它第二段的整段的内容，它的确是有去 contrast 不同的观点，对不对？所以这个选项我们会保留。的确，刚刚同学问说，我不知道 B 选项为什么错。好，我们在考试的时候，第一轮的时候，我们也是去保留 B 选项，因为好像看起来也是要去讲两边的观点，对不对？好，我们先保留起来，好不好？好，来，再来 C 选项考什么 ？contrast， 可是你仔细看，它 contrast 不是观点，它 contrast 是什么？细节资讯啦。它 contrast 是个生物跟另外一个生物的特色靠腰。我们刚刚都知道说文章里面的 contrast 是什么 ，contrast 观点 ，contrast 说它到底今天这个东西的作用是什么，对不对？可是今天它这边 contrast 根本不是观点，也不是说这个东西的作用是什么，而是 contrast 一些细节特色。这就是什么牛头不对马嘴了，这个东西第一轮应该要被排除，对不对？好，D选项去跟你解释重要性。假赛啦，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争议的两造，就是要给我 contrast， 就是要给我去对比，对不对 ？OK， 好，来。D 选项有没有可能？也有可能，对不对？告诉我两造争议嘛，对不对？好，那现在我们问题来了 ，B、E 这两个选项为什么最后会选 E 不选 B？OK， 好，来，各位，第一个，我先问各位一件事情，这个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这时候你要做的事情其实并不是回去看一次文章 ，OK， 并不是回去看一次文章。好，当你最后进到最后一个流程的时候，对不对？最后一个流程的时候。就是2选1的时候，大部分同学最想做就是赶快去再看一次文章，这是错误的。你应该要先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我们刚刚讲，第一件事就是你应该要先去回去读一下这个题目，看看是不是这个题目有藏了更多的资讯。当然这个题目没有嘛，对不对？就是这个题目是很简单，问你说到底他想干嘛，第二段想干嘛 ？OK， 好。第二件事是什么？比较两个选项的细节差异，比较选项远比你回去看原文重要。OK， 好，这个两个选项的差异是什么呢？第一个，当然你说是 present 还是 contrast 这都没有问题，对不对？对吧？你 present， 你去 contrast 两个东西也是对比，你去 present 两个方向，它也逻辑上也没有问题，对不对？对吧？这两个其实都没什么太大的错误。好，第二个差异是什么？差异是这个地方的是 debate 的两方，对不对？就是两方的争议，对不对？就是原本两方的争议。那 B 选项是 contrast 什么东西？注意哦，它是 contrast 传统观点跟什么样的观点？注意哦，它是什么样的观点？它是从新的证据所得来的观点。那我问各位一件事：文章里面是要 contrast 这两个观点吗？我们应该是要去 contrast 两个旧观点嘛，对不对？对吧？我们并不是要去 contrast 两个，并不是要把旧的跟新的拿来 contrast， 对不对？对吧？文章里的第二段都还在讲旧观点，对吧？来，文章里的第二段是不是都全部还在讲旧观点，对不对？新的证据所得到的结论在哪里才出现呢？在最后才出现，对不对？对吧？好，所以这个地方最大的差异就在于什么？在于说，到底今天他给出的两个观点是哪两个观点？到底是原本争议的两造，还是说是把原本的观点跟新的证据所推出的观点来做对比？你们看到它差异就出来了，对不对？那我问各位，当我今天把这个差异比出来之后，你觉得到底志愿选项难不难选？难不难选？不难选，对吧 ？OK， 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 contrast 的东西，其实就是两个旧观点，两个 debate 的两造。那至于新的观点是帮助我们解决争议的，而不是在这个 contrast 里面的其中一部分。好，这样同学有理解了吗？刚刚那个同学有理解的哈 ？OK，所以这里答案是 B 选项。好的，这题给我们的 take away， 好 ，take away 不是外带哦，好 ，take away 指的是你每道题目除了检讨这道题目之外，你要想办法去带走1到2样你到下一题可以用到的东西。OK， 这是我给大家的心灵小忠告。OK， 好。当时你在网络上有一部非常重要的影片，叫做你可以去搜寻，叫做"不要为这一题收尸，要为下一题找线索"。OK， 好，意思就是每一道题目你有2种选择，你一种选择是把这道题目检讨完就结束了，你就是干嘛？再帮这一题收尸。第二个选择是你可以超前部署去想，这道题目提醒了我下一道题目要做到什么事情。OK， 这叫做什么？帮下一题找线索、找方向。OK， 好，所以各位这道题的 take away 是什么？很简单，就是当今天到第2轮的时候，我们除了要回去重新确定一下，好，上一次告诉我们要重新确定一下题目到底在问什么东西，仔细去确定。第二个就是什么？不要急着去看原文，要去仔细静下心来比较2个选项在细节强调资讯上的差别。OK， 这边可以理解，可以帮我打个2吗？好，
好，的确是有点饿，对不对？好，没关系，我们快结束了 ，OK， 大家不用担心。好，谢谢。来，各位，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道题目，好不好？来，好饿，好饿，我在靠腰了。OK， 好，来，各位，第3道题目，好，来。It can be inferred that on the basis of the 1981 discovery of conodont remains, paleontologists could draw which of following conclusions? 好，你可以看到，有没有看到这道题目就很明显，它是 infer 题目，对不对？他跟你讲是 infer， 而且它里面用语气是推测语气，代表说这件事情并不一定会是已经发生的事实，而是说你可能要从文章里面多进一步推出来的资讯这样子。OK， 好，当然我们先知道这个题目之后，那再来我们再看这个题目它的定位方向是什么？对，看什么？1981年的这个东西，对不对？1981年的这些资讯，哦，它能够让我们引申推出来什么样的资讯，对不对 ？OK， 好，来各位，所以我们现在回去文章要去定哪里呢？当然我们知道说，我们回去文章定的地方应该是哪里？当然是这个1981年的资讯，对不对？但我们心里面一定要心心念念去想，我并不是只想把这些资讯读完，我要想的是学者们最有可能去做出怎么样的结论，对不对 ？OK， 好，那我请问你，第一个，这个地方有办法让你去做出结论吗？有办法吗？哎，他这边就给的资讯只是跟你讲说什么？哦，我们有了新的发现，我们让学者们对的这个争议有解答了。可是我问你，他要去讲出学者们做出什么样的解答、什么样的结论吗？有吗？这一段的地方，快，嘿嘿嘿，没有，对不对？对吧？他只是跟你做个预告嘛，对不对？所以你就马上知道这边不是我们定位的点。那我们下一个定位点应该是哪里？当然最后一段了，对不对？好，如果你架构有熟的话，就知道接下来是在最后一段还去想出怎么去具体解决这个争议，对不对？好，来这个地方我们看哦。当然这边的结论有3个，也是一样。这边学者最有可能推出的结论，当然首选是什么？首选应该是最后的主结论，对不对？因为它要只能解决争议嘛，对吧？首选应该是说，我们这个预测答案的首选应该是最后一句话，叫什么？叫做学者们最后最有可能推出的结论是，这种生物一开始是掠夺为主的，对不对？对吧？好，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它很明显是文章主要强调的部分，对不对？是为什么？为什么知道它是主要强调？因为人家前面的争议就是到底是什么？到底是掠夺还是这个就是保护？然后呢，最后学者们花了那么大笔的力气，最后想要得到的答案就是它是掠夺，对不对？这边可以理解，可以帮我打个1吗？就是第一顺位的答案应该是这种生物是掠夺的，学者们最有可能做出的结论是这种生物是掠夺的。OK， 那在次要结论呢？我们不能只想一个答案，还有可能有其他的方向嘛，对不对？次要结论是什么？次要结论有可能是学者们做出来的结论可能是这种生物它是最原始的，或者是这种生物怎么样呢？比其他生物更原始，这样次要结论。OK， 好，就是我们不能只这个题目的 take away 其实就是我们遇到题目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想一种答案，因为有可能你定位到的资讯有可能好多笔资讯。那如果你只想一个的话，等一下回去扑空的 GG 了嘛，对不对？所以你必须要想2到3个。好，其实在我们终结者 CR 里面也是跟大家强调这件事情，就是你要去想2到3个，你等一下才不会扑空。好，考试有扑空的经验，不管是 CR 还是 RC 的，可以打来1吗？好，扑空的意思指的是说你在看到5个选项之后，发现没有办法选答案，好，对吧？好，那为什么会扑空呢？很简单，因为你一开始想的太少了嘛，对不对？好，来。那我们现在大概知道有3个方向，首选答案应该是学者们最能够推出来的结论，应该是这种生物是掠夺型的，一开始是掠夺发展的。第二种答案是什么？这种生物它应该是最早的生物，脊髓动物。第3个，这种生物应该比其他的非脊髓动物还要早。OK， 好，来，那我们现在来看哦，这道题目，靠北都不见，好，来，这道题目我们来看这5个选项，好。这5个选项里面，对不对？当然，我们按照刚刚讲的东西，好，刚刚讲的东西 ，A 选项 ，the earliest vertebrates were sedentary suspension feeders。我知道很多同学会害怕，说到底这个地方虽然刚刚这篇文章，最后一小段没有提到，对不对？其实没有提到什么叫 sedentary suspension feeders，但是这道题目又是 could draw conclusion。
你不是说 infer idea 的题目，对不对？你不是说 infer idea 的题目有可能会去用到前面的资讯吗？对不对？有可能会去讲文章没有讲，就是那一段没有讲到，但是可能前面有提到去推的东西吗？对吧？好，那这个选项我虽然看不太懂，但是我也确定刚刚文章里也没有违背他的那一段，我也没有读到违背他的资讯，对不对？所以这个选项我不敢删。好，来，有这个问题的可以打个2嘛？就是看不懂的选项，又是遇到 infer 题的选项 ，infer 题的时候你不敢删。好，来，没有关系，我知道你的想法，不敢删，我们把它保留。好，我如果是那种三脚猫的那种老师，我就跟你讲说啊，这里一看就是不，这一看就是不行啊，对不对啊？你看这个文章就没有写到啊，假赛啦。好，来，我没有在我这边没有什么一看就知道不行的那个人的解释。OK， 实战中就是什么，就是不行嘛，对不对？就是自己就不行的，没有什么一看就知道不行的那种解释。好，先保留好不好？好，来 B 选项 ，Ostracods were not early vertebrates。来，刚刚文章里面有没有去谈到哪些生物早，哪些生物晚？有，对不对？对吧？好，至少人家有谈到说哪些生物是原始，哪些生物不原始，我们可以先保留，等下回去文章去找。OK， 好。然后呢 ，C 选项，请问我们刚刚是不是说我们刚刚的预想答案叫什么？预想答案叫做这种生物是攻击性的生物，对不对？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它的态度是相反过来的，变成什么？好像今天是防御类的比较早出现，对不对？好像今天反而强调防御类的更早出现，所以这个时候它这是什么？第一轮会被我们删掉了，因为我们刚刚预测的是这种生物是攻击为主的，但这边却变成是防御为主。OK， 那D选项说什么？说这眼睛双打成对的眼睛跟什么 adaptation for activity 是什么？是主要特色。那我问你，刚刚文章里面，刚刚那一整段里面有让你去推出哪些特色是主要特色吗？有吗？有提到吗？哦，这也差太多了，对不对？对吧？刚刚我们推出的结论只是说哪些生物更早，以及说这个生物的特性到底是什么，但是他有去讲说哪些东西是主要的特色吗？并没有，对不对？所以这个选项也是怎么样？态度资讯完全不对的。好，那一选项说什么？说他们不太可能是掠夺者，完了这个就可以直接删了嘛？为什么？我们刚刚就说他就是掠夺者了，他就是掠夺者了，对不对？对吧？好，他一开始就是掠夺者了，那你还说他不是掠夺者，那就 GG 了嘛，对不对？对吧？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各位 A 跟 B 这两个选项的资讯，现在你要怎么去处理 A 这个选项，对不对 ？OK， 好，来，当然我们可以回去先定位，我们确定 A 选项在最后一段真的没有出现，但我们害怕说它在别段有出现，对不对？我们害怕它在别段有出现。B 选项是什么呢？我们回去看 Ostracods were not the earliest vertebrates。来，文章里面有没有办法推出这番资讯？有没有办法？有没有看到？来，这边是不是有去讲到说什么？它其实有东西比它更早，对不对？换句话说，它本身不是最早的，对吧 ？OK， 这边可以理解的，可以打个1吗？好，我这边有讲到说 Conodonts 比 Ostracods 更早。换句话说，逻辑上可以再进一步的推得出来 ，Ostracods 不是最早的。OK， 可以理解哈。好，来，那现在问题来了，我们明确的知道 B 选项有提到，而且是推了出来。OK， 但是我们 A 选项虽然最后一段没有提，但我们也不确定，对不对？不确定是不是它是拿别的选项，前面所提到，前面别段所提到的一些旧观点的资讯，然后最后来做个验证，对不对？好，那现在你的抉择会是什么？你有2个抉择，第一个抉择叫做直接眼睛闭上，牙一咬，直接选择 B 选项，对不对？这是第一个抉择。第二个抉择是什么？第二个抉择是你会回去重新文章重新扫一遍，好，重新扫一遍，看看到底哪里出现这个 secondary suspension features。OK， 比如说你重新扫一遍，发现说在这边，在哪里出现，在这边出现，好，然后再去想它的逻辑上是对还是错。来，请问你在实战中你会选择哪一种？你会选择哪一种？来，你会选择牙一咬就选，还是会选择回去文章重新刷一遍？来，好，对，好
很多人喜欢咬牙，对吧？好，有些人喜欢牙一咬，这个不是策略的名称啊，好不好？不是叫你考试的时候咬牙切齿说干这样子跪下也要选，好，就是对，来这个不叫策略的名称，好来，好各位，其实刚刚同学有一个同学讲的正确答案，好，就是看时间，真的看时间，什么意思？因为这通常是已经做到后面了嘛，对不对？对吧？这道题目是第3题，可能做到已经接近后期了。这个时候，我们刚刚是不是说我们要帮自己设停损？比如说我们刚刚让自己设24分33秒，对不对？好，一开始进场的时候是34分33秒，你现在已经，比如说你帮自己设的停损是24分33秒，好，那如果这个时候对不对？这个时候如果已经剩下多少？比如说如果已经剩下，假设今天还剩下已经到26分了，你可能后面还有一题，对不对？你可能后面还有一题，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当然为后面那题预留大概2分钟的时间。那这时候我就建议你牙一咬就选 ，OK？ 好。那如果你这个时候，因为你前面2题可能做的比较顺利，好，那这个时候你还剩下多少？比如说还剩下28分左右，你离这边还有1题以上的时间，那你大概就知道怎么样。这个时候我可以回去再花1分钟左右的时间回去看什么，回去扫到怎么样？扫到前面的资讯，好，扫到前面的这个资讯，然后再回来去看，才发现说哦，这边明显是靠腰在干嘛啊？来。再回来去看嘛，然后才发现说，哦，这边是明显是无关的这样子 ，OK， 好，所以其实上怎么样？到底今天你是要牙一咬就选，还是今天你要什么？你要决定回去重看一次来确定？这个东西是取决于你一开始设定的策略 ，OK？一开始的停损点快到了，已经没有后面题目预留的时间的话，那我们就牙一咬就选 ，OK？就求一个最大概率。好，那如果一开始的时间还有的话，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是什么？回去好好的去看，发现说，哦，原来前面这个地方的资讯其实只是稍微提到，跟后面这边的资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OK， 好，所以最后答案选什么？选 B 选项这样子。好，所以各位，我们接下来做个小总结，很简单，你可以发现说 ，Dustin 在实战中的阅读策略其实是环环相扣的。OK， 好，环环相扣指的是什么意思？还记得吗？第一个，一开始的时候先设定总体的时间 pace。这个 pace 会影响我们后面怎么读文章，怎么去选选项，以及到底遇到混淆选项会要走还是要停，对不对？对吧？好，第二个是什么？读文章的时候，我们今天重点是什么？主动出击，主动去预测，好，预测这个资讯之后，下一段资讯会出现什么东西，这样你才能在遇到一些长难句或者是深难词的时候，能够不会紧张。OK， 好，而且也不会去拖到时间这样子。好，那这个不会紧张，不会拖到时间。这个目的是为了干嘛？把时间留到后面去做细部的定位，对不对 ？OK， 后面时间留到后面，真的考出细节题都在2次的阅读，才会印象比较深刻，也比较有效率，对吧？好，再来看题目的时候，第一个仔细审题，好好看懂题目要问的这个方向，还有题目要问的这个就是它的关键词不是只有关键词很重要，还有就是它什么？还有就是它的方向也很重要，对不对？对吧？好好看懂它的方向，这样子哦。还有59个人，还蛮开心的，谢谢大家今天的支持，这样子 OK 好。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是不要急着去看选项，好，回去看文章的时候，好好去想这道题目有几个方向可以回答问题，不要只想一个方向，不然等下扑空就惨了 OK 好。然后接下来怎么样？接下来回来筛选，第一轮用自己的预测去筛选，第2轮怎么样？再去比较，而且回去看一次题目。看看题目它到底问什么，你们掌握清楚，再回来看一次选项的差异，再回去看原文，这样子 OK 好。那其中架构的预测能够帮到你的就是第一个，让你读文章的时候不会浪费时间，也不会因为深难字还有长难句都有不必要的卡顿跟障碍。再来就是你后面的定位的时候可以很快的拉回记忆，再来就是你在做作用题的时候可以很快的反应，主旨题也可以很快的反应 OK 好，这些都是整套阅读策略能够帮你的地方。好，那当然就是各位，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关于 Dustin 完整阅读策略训练方式的话，对不对？好，各位可以去第一个可以去看这个，就是我在我的 YouTube 上面我分享的每一次的这个阅读公开课，我每次都是按照这种就是那个什么这种那个叫做什么叫做风格来讲，就是实战风格来讲解。OK， 我挑的都是难题这样子，然后就大家不用担心我就给你灌水。OK 好，可以看我网上分享的这个阅读的这个实战策略。好。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放1.25倍速看，因为我有时候讲话比较慢这样子 ，OK， 好，比较废话，你可以跳过没有关系，好，然后再来就是那个你也可以去选择参加，就是下一次的就是
终结者课程。好，我们下一次终结者课程大概什么时候开课？我大概看一下哈，帮大家看一下。好，看一下大概是6月12号的时候开下一期的终结者这样子。OK， 好，所以也欢迎大家来去参加终结者，然后来学习，不管是 RC 或者是 CR 或者是 NC 的总体策略。好，当时的 CR 跟 NC 其实也是跟 RC 一样，是有一套总体的策略，可以让你在考试的时候是完全贴近实战角度来去模拟的这样子。好，那当然再来就是你也可以去参加下一次的阅读研讨会，时间目前还未定，但是我想应该很快就会出来了。那各位也可以帮我做一件事，好不好？好，谢谢你，好，谢谢 Lucy 这样子，好，也谢谢 Claire， 好，大家也帮我做一件事，好不好？下一次我应该会接下来在就是这个在这个 A2Gman 社团里面会跟大家调查说，你们下一次希望我讲哪一篇文章，好，我们来投票这样子。好啊，大家就是尽量踊跃一点哈。看到 Dusty 的文章，你就多按赞嘛。好，你看 Dusty 虽然不是经营 IG 当网红，对不对？好，但是我还是有点想要虚荣一下这样子哦。你们看到 Dusty 的文章，多按一下赞。好，然后呢，就是有 Dusty 问大家问题，对不对？比如说下一次要那个对，有猫就赞，有 Dusty 就赞。我觉得我都犹豫到，我想要下一次是不是我 po 文要放猫图，有没有？因为我家里有2只猫哈，我现在住在那个外面自己租房子，可是我。以前就是爸妈家里面有2只猫这样子，我想说是不是要下一次把我们家的猫出来晒，你知道吗？好，对，就是是不是一定要做到这种发文配图一定要配猫才能够换赞这样子？好啦，好，对，就是各位以后多多支持到自己在这个 A2Gman 社团 po 的文，不管是什么样的分享这样子好。然后还有就是什么？还有就是那个我下一次会问说，就是大家不知道希不希望希望我讲什么样的文章，用这样的方式来讲，好，也希望各位能够共襄盛举，然后在下面去多回应，说你希望我讲什么样的文章。那么当然，投票最高票当然就是讲啦，对不对？好，大概是这样子哦。好，那各位就是好，敬请期待我在开线上。好，那如果你想要关注终结者的其他资讯的话，也欢迎上我的部落格，我有放这个课程的那个资讯这样子。OK， 好，那我就要回去吃饭，并且回来回这个终结者的问题啦。好，来各位，好，那我们就先这样咯。好的，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